你们好哈！来，我们不啰嗦，直接来领取好运哈。三个领取好运你都可以听完了，你可以再做选择。记得选完牌之后，把你选的号码留在留言里，做更强的连接哈。好，第一张魔术师，魔术师牌这里讲的是一个爱情的创造祝福。魔术师带来爱情的崭新的起点，祝福你以全新的自己迎接一段主动、真诚又自由的恋情。这不再是等待或是迷惘的时光，而是你能用言语、眼神与行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魔术师在这里告诉你，你已经有足够的魅力跟能量，只要相信自己，爱情的门就会为你打开。现在，真诚地展现你对爱的渴望，然后慢慢地吸引爱的到来。你的黄金时刻将为你带来一个美满的爱情，而宇宙正在为你发光。好，第二个死神，死神这里讲的是爱情的重生的祝福。死神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蜕变的开始。这张牌祝福你放下过往那些不再适合你的关系和自我，为真正属于你的爱情空出了位置。死神的背后是一种更新与新生的能量。未来将要出现的那一个人，会以全新的视角视野，带给你真正疗愈以及尊重的世界跟心境。你不再害怕转变，因为爱的出现正准备以更纯净、更深刻的样子带领你进入新的世界，而那个新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你的一个乐园。好，第三张隐士牌、隐者牌，这里带来的是一种爱情的灵魂祝福。隐士牌祝福你在极静与思考中走向一段更深层的灵魂的恋情。这不是浮于表面、肤浅于表面的一种热烈，而是一种彼此静静的理解、默默的守候的爱情频率。未来的那个人，也许外表沉稳，但是内心有着极高的情感智慧。他将会用行动与时间证明自己的真诚与深情。隐者隐士牌在这里提醒你，真正属于你的爱正在走过一段宁静的旅程之后，悄悄地靠近你，你将会发现。好，那这就是三张的领取好运的爱情祝福哈。那跟着牌的结构、动画跟感觉，你觉得哪一个最适合你就选它。选完了之后留下号码在留言区，那我们就开始喽。你们好哈，那我们就从选择第一号牌开始哈。所以第一题啊，一号牌的第一题，我们做的提问是：他是谁哈？他在我生命中目前扮演着什么样子的角色？那么抽到魔术师牌哈，然后两张支线协力牌是宝剑皇后跟权杖3、金币8，把三张。所以你正可能会在想，他到底是谁？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奇？有时候一个人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不是偶然的。就像今天抽到这张主牌魔术师牌，魔术师在大牌里的1号象征开始、创造，也象征选择。这代表他不是谁都可以代替的人，他在你心里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位置，而且他的出现很可能是让你内在的某种潜能被唤醒的一个契机。魔术师牌对应的是某种风元素风不是某种风，就是风元素。风代表着想法、语言、改变。所以他给你一种聪明、有主见的感觉。他可能很会讲话，也总是能用不同的方式吸引你的注意。他在你生命中的角色有点像打开新世界的人啦。他让你开始思考更多以前没想过的事，甚至想做一个更好的版本的自己。然后宝剑皇后这里也是风元素，这代表独立冷静，也很会观察人。这张牌在这里象征说，他可能在其他人的眼中算是不太好亲近的，或是很会保护自己的内心不容易让人真正的靠近但正因为这样子，他才特别引起你的注意，因为你的直觉感受到他内心其实有很深的东西。然后权杖3，这里火元素代表了某种热情、直觉还有行动。3这个数字代表创造与扩张。所以他在你生命中的角色，可能是让你看到未来，看到很多可能性的人。他也许曾让你重新燃起对于一些恋爱的想象幻想渴望，或是你曾经因为他而鼓起勇气去做一些突破性的选择功课挑战各方面的生活提升的。那再来金币8，这里是土元素的牌，代表了稳定、
努力跟生活的实际与现实的执行。金币八是属于一种学习和不断练习的牌啦，这可能意味着它在你心里扮演着一种让你变得更好的动力来源。不管是打扮自己呀、学会某种力量啊，还是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它就像一面镜子，让你看到，现在看到自己那一种很努力的自己是非常美丽、非常有魅力、迷人的啦。所以说这3张其他的支线牌、协力牌，把魔术师牌的能量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他是那种不会直接改变你的人啦，不会就硬生生的强迫你去改变的人，但他的出现就跟风能量一样，会轻轻吹动你内心的一些浮动、一些方向，让你开始移动、成长，然后让这份改变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被其他能量或他人去迫使的。所以简单来说，他是你故事里面的一个引路人，一个点火的人，把你内心的一些新的向往、渴望都点燃了。他会让你发现自己内心有某些愿望还没说出口，还没有被找到，还没有被呐喊出来，还有某些潜力还没有被使用。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推开门，把你从平常的日常里拉进有一些冒险感、冒险世界的那一个引路人啦。那这份关系会不会发展成恋人呢？目前这一组还看不太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你产生的影响已经在你的生活里面种下了一个很不错的种子，而你自己也正在慢慢的长大，不知不觉的，你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会发现。来，我们来看第2题哈，你在他心里是什么样子哈？他怎么看待我们这段感情？那么抽到了命运之轮哈，然后天使卡里面有2个寓意哈，一个是预兆与征兆，另外一个是冥想与承诺，我们把它加进去命运之轮里哈。平常我会直接就加进去不说明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会非常好奇，所以我会提一下哈。所以呢，我们当命运之轮出现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感觉就像我觉得就像某种命运的时钟已经开始在转动了，然后这是一张大牌，数字是10，代表转折、成长、完成下一个阶段的开始，就这些东西。他心里怎么看你？他看你像是一场命运安排的惊喜啦，不是那种可以计划的事，而是刚好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的关键的转捩点。命运之轮属于火元素，也代表时间变化。他觉得你来得很突然，就像某天平凡的早晨突然下起了彩虹的雨般的那一种幻觉，会让他措手不及，却因为无法忘记，因此他没有办法忘记，所以你让他重新的相信有些事情呢，可能是天注定的哈。然后他对你的感觉有一种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某种吸引力了。那天使卡里面的预兆跟征兆里面也呼应了这一点哈。他可能曾在心里悄悄的想过，为什么我一直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会想到这一个人？也许是一首歌，也许是一个颜色，甚至你说过的一句话，都像是宇宙故意安排的一种提醒。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征兆，只是他还没有说出口。至于你在他心里是什么样子，那冥想跟承诺的天使卡里面说出了一个关键词，他在思考你，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给出承诺。你对他来说不只是喜欢，而是会让他认真思考的人啦。你可能是他心中那种我不想玩游戏，我想要好好对待的人，我不想再进入爱情游戏，然后他心里脑袋一直在盘旋这样子的语言。所以你让他看到了某种一个人能展现出来的深度，也看见一个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的一种情感责任啦。所以我们从数字来看的话，10这个数字在塔罗里面代表一个轮回的结束与新的开始，所以他对你的感觉可能经历了很多阶段，从不确定到逃避，到现在渐渐有一种也许我该面对的一个冲动他可能曾经犹豫，觉得这段感情太快太强烈，但现在他慢慢的能够接受，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召唤。你在他心里不是随便可以被替代的人，而是一种有牵引感的存在。他不一定每天都在明确的想你，但每次想到你都会感觉到内心某个柔软的地方一次次的被唤醒。我觉得你的存在就像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啦，会让他去思考未来要怎么成长，以及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关系，爱情关系、未来关系、家庭关系，跟一个永久在一起的伴侣关系，他会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些意义。所以最后呢，如果你曾经怀疑他到底有没有感觉到你
对他的心意其实他只是还没有找到回应的方法。他把你放在心里一个还不能动的空间，不是冷淡，而是这份感觉对他来讲太过真实，反而让他更谨慎。其实这里在说的就是说，你们的互动里面啦，那个好感你应该已经释出任何想要对你告白或是表达心意的那种契机，你有释放出来。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动作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了因为他还在处在一个很谨慎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再等一下。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你对他来说是命运的邀请函是一种需要用心去回应的一种感情，然后它不能够只是激情的冲动，而是一种内在你在慢慢的灵魂上在慢慢的召唤他。我想他还没有走到门口，但他已经在走往你的心境、新的路径的这个方向了目前整个能量上是算是很对齐的。来，我们来到第3题我们来问一下，那他为什么还一直不告白？他的心现在卡在了哪一个局限里面？刚前面有说了嘛基本上是算谨慎的这个方向，但我们还是要再往下看所以到了主牌隐士牌，然后我们再抽到了权杖9跟圣杯3。这里我会这样子解释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对方应该早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什么？看出来你的等待，看出来你的爱情的释放，你已经打开了某种爱情的空间，希望有人能够对你告白，有人能够进来你的心界、你的世界，爱情的幻想力，我们大概都是这么在想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对方或是喜欢你的人应该早就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空间，为什么迟迟不开口、不靠近、不承认当这个主牌出现隐士牌的时候，我觉得答案其实蛮清楚的，他不是没感觉，而是太在意，才选择有一点点往后退。隐士这张牌的数字是9，代表一段旅程的最后的阶段，也是一种内在的审视、沉思的状态。它属于土能量土象代表了某种安全感、稳定、谨慎。这张牌让人联想到一个人独自走到山上然后手提着灯，不断的寻找答案。他的心没有关起来，只是在思考一件事，就是这份感情会不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不是只是茫然的想要去付出，然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已。他在想的是更长远的路径他不说，不代表他没有在想，他只是习惯把真正重要的情感放在心里，不轻易交出去。他可能曾经受过伤，或者对自己的价值还没有完全的自信。他会一再的问自己：我够好吗？这个人真的会接受我吗？如果我表白了，会不会连现在的关系都失去了呢？这是他脑袋一直在盘旋的疑问跟犹豫了。再来，我们看支线协力牌会有产生了权杖9，这是一张非常明显的防御、自我保护的牌。火元素的权杖象征热情与行动嘛，但是9这个数字在这里却变成了一种累积的疲倦。他可能曾经对感情很努力过、主动过，但最后的结果让他学会了防备自己。你在他心里是一道光啦，可是这道光来的有点太突然他本能的设了一道墙，他怕一旦敞开了心房就会再次受伤。另一张协力牌圣杯3是水元素，代表了情感与连结。3在这里象征某种友情、分享、欢乐。这张牌透露一个细节，他其实很享受你们现在的互动朋友之间的一种感情的友情的互动，然后可能有一点点爱情的一些暧昧，然后生活上有一些关心这样。他在这个状态里其实感觉到非常安心而这份安心让他有点舍不得冒险，因为他害怕后面的风险会带来某些感情上、关系上的破裂和破坏。所以呢，他之所以还不告白，并不是他对你没兴趣，而是因为他觉得现在这样子的距离是刚刚好的安全范围。如果告白失败了，他就很害怕会失去你；如果告白成功了，他又害怕自己无法做到足够好的恋人、情人。所以他的心被一种叫做风险的、有很高的风险的情绪卡住了啦。你可能会觉得他怎么想这么多，但对一个内在像隐士牌一样的人来说，感情不是冲动的，而是某种责任。他不想只是说说而已，他想要的是一份值得坚持、可以走得很久的关系。所以你越重要，他就越谨慎。你越靠近他，反而越后退，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让自己完全被看见记得是这个点他还没有准备好让自己完全被看见这个你要把它区分出来，他的意识、他的意念跟他的行动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总而言之总结来说，他不是没有爱，而是太怕失去。他把这份爱对你的爱
包裹在一份安静里面，藏在笑容后面。你或许已经感受到他的靠近跟迟疑，然后对你的保护跟关心，已经有这些现象，应该你会感觉到，但是那并不是不爱，而是有点爱得太深，才迟迟不敢跨出这一步了哦。所以，我们以隐士牌这个概念来说的话，我们需要再等待他一下哈，反正我们知道那一个心意已经在了，就先可以了。来，我们来到第4题哈，他暗恋我多久了？他的心里的声音藏了多深哈？那我们这边看到了战车、金币5、权杖5。很多时候啦，这组牌在暗示我们一个人性的一面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哈，一个人表面上越装作没事，越有可能在心里已经偷偷为你建造了一座宇宙，等着你到来了。这一题主牌的战车牌哈，是一个充满行动力、冲撞力，同时也藏着一个极大的控制力的牌哈。战车牌在大牌之中的7号，象征着7号有一种内在探索与意志力坚定的一个象征。那可是很奇妙的是，战车牌是一个水元素的牌哈，就呈现了一个极度理智的样子。水元素所象征出来的情感，在这张牌后，却选择了把这一个情绪和用一种盔甲武装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在包覆一种内心的某些脆弱了。也就是说，他早就有感觉了，但他用各种的方式让自己不把对你的心意说出来哦。那这份暗恋很可能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战车牌暗示着他已经在这一条路径上压抑着对你的喜欢很久了。走了一段蛮长的时间，其实他早就注意到你欣赏你，对你很动心啦，只是一直不让这股感觉冲破了他自己内在的一些理性的防线。所以在支线牌、协力牌这边，金币5代表了一种缺乏感、匮乏感的土能量。在感情里，他其实一直暗示着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然后有很多的自我怀疑，他可能也曾经想，我是不是不够有自信？我是不是不配站在这个人身边？所以金币的世界与现实的价值这个领域，让他审视了自己的条件、背景跟能力啦，所以产生了某种我们其实都感觉不到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内耗的压力哈。所以权杖5在这个火元素在这里跟土元素成为一个冲突的牌，那它的5呢，这个数字又代表了某种挑战跟不稳定，所以他内心其实有非常多的挣扎。这张牌其实不是一个外在的战斗，而是内在的一种混乱。所以你看到在战车牌的这一个盔甲底下，他内心是有多混乱的，他还保护着自己，压抑着自己不显露出来。所以他常常在心里上演着这样子的对话，就是我要不要告白呢？不行，我不能告白，因为他一定会拒绝。那如果我不说，我是不是会错过他呢？或者说，那如果我这一份隐藏我的心意被看穿了，我们之间会不会变得很尴尬呢？所以这些小声音一直在他的内心一直不断的轮播。他对你的喜欢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只是这份暗恋被压缩在太多的内心戏里面，所以他像是开着一台战车全速的往前进，可是边走又边刹车，边走又边刹车。外表看起来很冷静，就像他的盔甲一样，可是其实他内心比任何人都挣扎啦，更火热。所以你说他会不会主动？他当然会，但他要放下那一层，我必须先完美的那个自我要求，也就是那个盔甲要拿掉，他要露出他内在一个全然的 pure 的自己了。但这个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你可能。其实他在你附近盘旋如果你够敏感，其实你会感觉到他看你的一些视线，他的一些眼睛，看你的角度其实不太一样。还有一些他对你好的小动作啊，或是他靠近你啊，跟你保持距离一些小动作，其实你都会发现。那他在大部分的时间会在很靠近的时候保持沉默啦，其实他是怕他不小心把心底的一些东西跟情绪在言语之间就不小心流露出来了。所以呢，总结这一题啦，他暗恋你的时间，我觉得算蛮长的，而是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他跟你其实不会只是朋友，他对你应该内心有一些灵魂的交流，觉得朋友对你们来讲这份关系太浅了，你们能够达到更深更远的一个位置，所以他不是不想说，而是还没有把这个打开这一座城堡的那一个钥匙交给自己是交给自己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的心其实到现在都是一个火热的，可是很小心，像是一直顾着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那个露营的炭火，这样不熄灭，因为一熄灭了，好像整个露营的一个中心思维跟思想跟精神就消失了。所以不知道，我们慢慢看下面的解析，看他怎么去告白第5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行动他正在默默的准备告白了吗？已经计划要找一个时间点靠近吗？这些我们看到了倒吊人牌、宝剑国王、圣杯1。其实
这题的答案不是马上就会行动，但是却是真正的正在走进中了。主牌的倒吊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牌哦，它的数字12，这数字代表塔罗里面的某种等待、转换跟看见新角度。所以当它倒立在空中，那不是一种被卡住，而是他先选择不动，为了看清楚这一件事情的内涵，就是他到底想怎么告诉你他的心意，他在看清楚他的这个行动该怎么去做，所以他必须用倒吊的那个方式，用一种比较特别的角度倒过来，另外一个角度去把它看得多面向一点。所以呢，在这里倒吊人水元素的情感、直觉和内在世界，意味着他的心早就有了情感的波动，只是他不急，他想等待一个对的时机、对的气氛，还有对的语言哦。我在想，他可能在反复思考着要用什么样子的讯息说，是当面说呢，还是选好的日子呢？害怕跟你讲说会不会吓到你呢？所以这些细心的思考，都是他在安静筹备的一部分了哈。那宝剑国王是一张非常有意识、有决策力的牌。宝剑的风元素代表了思考与沟通，国王牌象征了某种成熟与掌控，所以他现在的状态不像刚刚爱上人那样，就是人生中初期首次爱上一个人那样子的迷惘啦，而是已经慢慢的可以清理出自己对一个人的感觉，对你的感觉。我觉得他不会冲动，但他会选择一个非常稳妥、有尊严、稳定的方式来靠近你。他可能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人啦，但他会给你一个有分量的讯息。这张牌代表了他已经在计划中。然后我们看到圣杯一哈，圣杯一是一个水元素里面非常美丽的、美妙的牌，它象征爱情的开始、情感的流动，还有新的连接。圣杯一通常意味着爱的泉水已经在满出来了，然后而且就要溢出来了哈，所以在他的心里早就有一份想要对你说的温柔啦，只是一直在等待对的时间，而现在这份情感已经有点太饱满了，藏不住，所以我们目前看到这里后，即便前面有很多的谨慎跟很多的太爱了，无法跨出这一步，可是我们看到圣杯一这里哈，这份情感已经满出来了，他已经快藏不住了，所以他无论如何他已经到饱和的状态了。所以从这3张牌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倒吊人牌带来他在等，他在观察，他在蓄力。那宝剑国王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有计划，而且他准备要一个非常清晰的表达。那圣杯一告诉我们说，情感已经满了哦，非常渴望有一个新的篇章了。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他的行动好慢，或是一直在原地绕圈，但事实上他是走得稳。他不只是想要告诉你我喜欢你这样而已，他更想要让你感受到这份喜欢是经过思考的，有真实的且持久的。他的靠近很像是慢慢的长起来的潮水了哈，浪打在岸上，一点一滴的把那个沙子淹得湿湿的，这样有一段时间都是饱满的。可是这一份稳定是安定的、安静的，又很确定的，一波一波的。它不会突然冲上来，而是会让你一步步慢慢的感觉到被包围、被理解、被照顾。所以如果你再问他会不会告白啊，答案是他一定会的啦，但不会是今天，不会是明天，而是会在他的好的计划里面，已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在悄悄的运作了。所以你要做的只是要留下那些他刻意留下来的细节了啊。留心他刻意留下来的那些细节。他有时候眼神会有一些停留，他说话的方式里面会有一些关心，然后他回应你的速度可能会带来了某种温柔。这些其实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很多的情况内在他都已经准备好，知道要怎么跟你相处，怎么样子回应你，让你感受到很多的温暖跟关心了。好，第6题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现况就是他表白的时候当下可能会有什么样子，他的能量会透露到什么样的讯息，你会接受到什么样的情感这样。那我们抽到了愚人牌然后后来圣杯4者还有宝剑4，所以这边说如果你曾经幻想他告白的样子的话，这题会给你非常清楚的画面。首先第一张主牌愚人牌在塔罗牌是0号牌也是整场冒险的一个开端。0这个数字代表了无限的可能，代表一个非常 pure 纯真的心愿意去为了喜欢的事情一再的冒险。所以愚人牌对应的风元素是自由的、直觉的，也有一种轻盈的冲动感。这张牌表示他在表白的那一刻很可能是忽然决定的不一定是计划已久的，就在那一刻他突然会觉得说不说会后悔，他可能会觉得没有准备好台词，然后
也要冲一波。这里的愚人牌跟前面的我们说它会有个谨慎牌的有一点差异是什么？这个是突破点，愚人牌在这里跑出来的这个突破点。我们刚前面有说圣杯一有很多的饱满状态嘛，它有它的谨慎，还有他的安排，还有他的细心靠近，对不对？那个都是他心理准备的一个过程。可是要记得，圣杯一的那一个满意状态，会让他配合着愚人牌，告诉他自己说：“你准备够了，不要再准备太久了。”他心里会觉得他没有准备好，但是时间也到了。所以这里愚人牌在告诉我们说，他在表达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超脱他以为的慎重跟准备，所以他的表达方式会有一点点乱，反而会有一点点可爱，也会有一点点傻气，就会有一点像是说他可能会表达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就是喜欢你。我跟你讲，他会在那一个突破点，突然用这种好像毫无准备的方式去表达，可是其实他准备的很完善了，他观察的也很完善了。他会对这一点点有点小小的懊悔，会告诉自己说，其实我已经准备的很好，为什么在这个突破点的时候却表达的这么烂？他会有这个很可爱的点，这就是愚人牌的突破，在这边把他自己的自我设限跟疆界都把它破除了啦。所以这就是这个能量有趣的地方。你准备的再多再好，可是那一个情感跟能量饱满到你身边的时候，他们会把你推进走向下一步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圣杯侍者，这是一张非常温柔的水元素牌，代表着刚开始学会如何表达爱。其实他也没有到刚开始了，他已经很会了。可是因为他靠近你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很出奇的状态，会变得好像本来对恋爱很了解，可是却表现得很像不是恋爱高手，什么也不会太讲甜言蜜语，然后会把感情放在眼神里、语气里、细节里。他可能会用一种很平常的方式靠近你，可是心里是非常浮动的啦。然后他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像是关心你，问你说你在干嘛，然后送你一些小东西啊，或是突然说了一句过度关心的话，让你心跳有点加速。其实他的慢慢靠近的方式，都代表了某种诚恳跟又有一点腼腆的气息啊。他内心在那个的时候状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倒满了一杯水，像那个圣杯一一样，温热清澈不夸张，但他的能量是非常柔软的，他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也不会太激烈。其实他想的东西跟想要表达的是，我不要求或是我不求一切告白或表白之后都要立刻有答案，但是他想要让你知道他的心就在这里，你能看到的心在哪里就在这里。所以后来宝剑四这风能量4代表某种安定跟暂停，这张牌告诉我们，他表白之后很可能进入到一种很安静观察的状态，因为他已经鼓起勇气走出来跟你讲了，但表白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他可能不会马上要求你给他一个回应，而是会退后一步，然后等待你慢慢想，他没有很急，他其实对于表达他的心意是他的整个内在的着重的核心重点了。这也表示他不是来去讨一个结果的，而是想要让你真正知道他的心意。他会在表白后给你很多的空间，也给自己一个呼吸的机会。所以3张牌加起来，其实有很多的天真，愚人牌的天真，还有圣杯侍者的含蓄，还有宝剑是给予你们两个的空间的那个状态，所以他的表白不算是轰轰烈烈、大量火花的那一种，而是温柔的递上一封写好的一个情书的概念哈。所以他的眼神其实是很真诚的，言语是有一些小结巴，有一点小害羞，有一点小可爱，气氛可能会有一点小尴尬，但是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很真实、很美好。会是你人生的某种很特别、很清新、很 pure 的一个亮点。所以，当他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的时候，请记得他不是突然变勇敢的而是他在很久以前就一遍一遍的准备，一遍一遍的练习这一句话，今天才终于说出口的，好吗？好，第7题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这一次相遇也许在告白前、告白后的这一份相遇，对你的人生来说有多重要那我这边就没有抽塔罗我就抽一些其他的卡比如说炼金卡、旅行卡旅行卡里面的一些讯息来，那我们炼金卡抽到了克服与达成，还有未知的阻挡与偏离然后旅行卡也算是某种神谕卡了我们抽到了选择跟天文学家。所以这里要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心里问，为什么刚好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段时间要遇见这4张牌比较像是来自宇宙深处的一个答案，慢慢的揭晓这份相遇的意义啦。所以炼金卡里面的克服与达成，它告诉我们说，这段连结不是轻松的，而是你们各自经历了一些困难后，
才有机会真正的对上彼此的频率。你们的相遇像是一种进展，像是生命中熬过一段什么东西之后给予你们的 bonus 一些礼物。你或者他也都曾经害怕过爱情，但因为这一次的相遇，让你们重新学会信任与敞开心房了。接着是未知的阻挡与偏离，这张牌让我们看到，你们可能早就该遇见了，或者你们曾经错过了什么。也许你们曾经差一点成为很好的朋友，更好的朋友，也许差一些小小的心意的告白，也差一些更多的行动跟巧合里面的靠近，但每一次都没有那么的刚好，没有那么的吻合， timing 时间点都没有那么的对。其实都是宇宙在为你们安排一些更好的契机了。所以这一次相遇之所以会很重要，因为他已经绕过了很多不对的路，来到了一个可以真正看见彼此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旅行卡者上面学者的选择说了更直接，就是说这段关系不只是一种浪漫，它也让你们开始重新选择自己是谁，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你们可能曾经为了某些人犹豫过、挣扎过，但这些情绪其实都在你们的成长之中证明了你们的活力跟你们的存在感，还有你们的生命力。所以那些情绪只是让你更加的认知到自己的多面向。那现在的你不再只是为了爱情而爱，而是想要一段真正契合的灵魂关系。所以当天文学家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意义就更提升到了某种意识。毕竟天文学家所观察的星星啊、宇宙的连结啊，象征在更高的角度可以看清更多的事实。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们，也提醒你，你们的相遇也许不是只是一个人生里面的小插曲，而是跨越了非常多的次元、非常多的象限，在非常大的时空里面徘徊的两个灵魂的终究要相认。就像星星已经早就安排好了轨道，只是你们看不出来他们的行进方向，你们只能等到它的整个发光的能量让你看到的时候，那个就是对的时间点已经来到了。所以这一次相遇的改变会有什么？我们探讨一下。第一，它会让你开始面对内心的选择，不再只是喜欢或不喜欢，而是会去思考到你要不要勇敢去爱了。第二，它帮助你们各自突破了过去的一些保护壳，然后开始准备好更成熟、更稳健的自己啦。那第三，它可能不会立即带来结果，但它会为你们的生命打开一个新的方向。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清楚想走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走什么样子的爱情的结构、爱情的模组、爱情的价值观。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相遇，而是一段具有能量转换的灵魂交汇啦。你们未必会马上成为情人，但你们彼此的存在已经在对方的生命之中、生命里种下了一颗可以看得到的未来的种子，等待它发芽。至于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就要看你们这个相处里面的各种选择，怎么样一起携手往前进。所以有的时候，告白跟表白只是一个改变的开始，虽然这个开始并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而是一个眼神、一句话，或是一个行动，或是一个互相懂得对方的一个瞬间。于是这一次的相遇就像是某种很奇妙的瞬间，它可能会改变你对爱的定义，改变你们两个对爱的价值观，改变你对自己的理解，改变你对于命运的信任值跟渴望。来，我们来到了第8题。第8题要说的是，宇宙如何看待这场爱情告白？所以我就抽了愚人的智慧卡，它会去给一些某种我们平常很难触及到的一些启示了。所以我们这边翻到愚人智慧卡是叫你找到相似之处，找到相似之处。所以这边说，你有没有发现，爱情其实很像一个拼图。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看到一堆碎片，不知道从哪里拼起来。可是当你一点一点的拼出轮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跟他，原来我们之间有一些地方好像真的很契合。愚人卡这边给的答案就是这个。那他给的意思是在提醒你说，宇宙看待这段恋情就像是一场有趣的联想练习了。联想练习，把东西连接起来的联想练习。它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概念，也不是一种对错的选择，而是要你去看见你们之间那些看起来不像，可是其实有在默默呼应的一些小细微的地方。所以也许你们个性会差很多，一个话很多，也许有一个话很少，一个是行动派的，一个是思考派的。但某天你们会发现，你们都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听音乐，都害怕孤单，都害怕在深夜里面觉得一个人
真难受。如果有别人在你身边陪着，尤其是对方陪着你的话，那多好。因为这些心灵的相似、行动上的相似，会像一条一条隐形的线把你们两个系在一起，只是你们会慢慢的触摸到，慢慢的挖掘到。所以宇宙正在用这张牌告诉你们说，爱情不是你们有多相像，而是你们有没有去努力看到你们相像的部分。也许你觉得他都不说，但你却能感觉到他每次的靠近呼吸会变得比较急。也许你觉得他很理性，但他却总是记得你说过吃过的甜点。这些小地方就是你们那种相似性的魔法了。而告白这件事情，在宇宙的眼里不只是说我喜欢你，而是一次灵魂的对话。你说出内心的样子，然后问对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就是你们灵魂的对话。我这样想，你想过了吗？我这样子以为，你也这样子以为过吗？我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你有要一起共同行走吗？我想过那一个想象力，我想过那一个地点，我想过我们一起过的晚餐、午餐，还有那一个国家。你想象过我们一起到过那里吗？这就是你们内在心灵的一个契合跟对话要开始了。所以这里在告诉你说，有趣的是，很多的相似不代表是一模一样。记得相同跟相似是不同的所以这份相似是在不同的里面找到交集，就像星星跟眼泪看起来毫不相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但是他们总是在夜晚会闪闪发亮。懂这个概念吗？大小不是问题，而是它原本的质量、它的磁性、它的意义很重要。所以你们也许背景不同、步调不同、个性不同，但却可能因为一个眼神、一个笑声，产生了你懂我，我懂你的一个瞬间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愚人牌宇宙是希望你知道这份告白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准备，其实也是在告诉他啦，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准备，他更需要的是真实的说出你发现了哪些我们其实有一点点像的那一个瞬间。所以当他靠近你跟你告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没有那么意外了。所以在这里你会说心里可能会告诉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个人很懂我。当你感觉到这个的时候，那这个心灵的能量的连接就真的出现了。它这个内在的语言，就比什么行动、什么话语都更有力量了。所以，当你内在有这样想的话，其实你们内在已经创造了非常大的连接。那更多的是，如果你连这句话都说出口了，表示你们的缔结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你会明白其实无论你的感受怎么样，你们已经在创造一个新的连接，不是只是在等待一个答案。你不是被动的在原地等到他的回应，等到他告白之后你想要怎么回应，不是这样子，而是主动的去给一个回应，让你们两个开启一段彼此更靠近、寻找彼此相识的一段新的旅程啦。所以我会觉得这份告白跟表白只是一个过程，而是这份关系的创造会往哪里走更重要。所以宇宙怎么看待这段告白？其实他不会告诉你说会不会成功，但他会说，如果你愿意先看到彼此的相识，就已经迈出了爱的这一步了其实我觉得他讲不一定是先看到，就是你只要能够表达你的看到就可以了。还有，如果你愿意用想象力去靠近他，那这段感情已经开始转动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们怎么在这个默契上已经有共同的灵魂语言，我们对于某种想象力的那个点是否也向往所以呢，这题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选择，而是心灵上的共振的判断跟认知跟辨识出来。它不会有非常高潮的剧情可是会有两个人慢慢共创出来的美妙的微小的日出时光，初始晨曦的微光时刻来第9题这边就是他开始有点担心的，就是在这次告白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是恋人、朋友，还是变成更加的陌生这里我抽的是波西卡了波西卡的一个解释跟讨论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抽到了圣母，还有多功与团结，还有逆境与胜利所以这边我要跟你说的是，当我们说出那一句话，我其实很喜欢你的那一刻我们不是只是交出了心意，而是在问对方一个更大的事情是，我可以在你的人生里面占领、占据、占到一个位置吗？我可以成为你心里的其中一个位置，我可以拥有你心里的其中一个角落吗？我觉得告白其实就在说这个所以这题出现了圣母这里
充满了一种温柔、包容跟灵性力量的牌了。它代表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段关系都会因为某个坦白、某个表白而升到了新的层次。即使不会立即成为恋人，但也不会让你们退回陌生。因为你给出的这个真诚、情感的核心，这种能量不会让一段连接这么轻易的就断裂。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二张牌多攻与团结，这些人讲到一种关系中的互相调整跟彼此合作的一张牌。宇宙在透过它告诉你们，你们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的亲近，但并不一定会立即成为恋人。你们可能会变成一种特别的朋友关系，有的时候有像恋人，有的时候又像灵魂的伙伴。彼此会理解彼此的需求，在很多的时间里面，在很多的空间里面，你们会发现，这场告白跟表白之后，会让你们有更多想要说的实话，内在有更多的勇气，想要说出自己内在的黑暗面，而不再是只是逃避情感的深度，而是往下挖掘更好的深度与美妙。然而，我们看到了逆境与胜利这张牌，他说的不是一切都要马上变成完美的一个承诺啦，因为他讲的是逆境与胜利，他在会让你们误以为说立刻得到胜利的时刻，所以这边再做一个修正，是说一切不会立刻变得完美，而是就算整个过程有困难，这段关系也能够因为各种的裂缝、方向、小细微、阴暗面、洞窟，找到了对的光的方向。好，这场告白的结果。我觉得他不会立刻就成为恋人，不会让你们两个手就牵起来，而是让你们之间的某种隐形的墙、明确的墙、高楼都打倒塌，让你们更加的一步一步的拨开整个墙壁废墟的砖岩、砖墙、砖瓦，然后让彼此看得更清楚。我觉得他可能在说的是，或是他在这份告白的第二层语言是在跟你说的是，我是喜欢你，但我们的关系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这一次，他是非常认真的在问你说，你觉得我们两个的未来该怎么一起走？他算是一种邀请，他把这份告白转变成一种很真挚的邀请。所以在这里三张牌看到我觉得看起来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可想象的一个动人的画面。你们不只是互相吸引，未来可能不只是吸引到这个程度，而是会互相的更加的理解、尊重，还一起成长。在告白之后的你们关系会有一种质地上的不同的变化，以前是一种暧昧试探，但现在会变成一种更加的诚实、更加的靠近。我想你们的状况应该是慢慢的进入恋人的态度了，恋人的关系，但也许你跟他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整理自己，来去成为恋人。但最重要的是，这场告白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让彼此勇敢的去进入爱情，让自己能够跨出那一步的开始。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结论的概念，它像是反而是开了那一扇门。就像我刚刚前面讲，这是一个邀请。所以有一些人的告白，一告白之后关系就破裂了，但是你们不会，你们反而会因为这份告白达到了新的位置，让你们发现说，终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可以为爱表达自己内心的坦诚、诚实跟向往。所以这段关系最终的模样，其实还在变动，还在行走中，两个人会在自己的决定里面慢慢的改变它的模样。但宇宙已经非常肯定你们的连结是非常真实的，因为那个情感的灵魂的对话已经早就展开了，或产生了那些默契。有的时候一段关系从来就不是被很多言语跟形式上定义出来的，而是用行动去慢慢的形说出来的。那它就很像这一次有一张全新的白纸递到你们面前，你们不一定要一次就把它画完，可是可以慢慢的两个人在交互的绘画之中，每一次产生诚实的相处、诚实的对话，在这张纸上共同画出属于你们的一笔一画了，不一定要画的美好，但是有共同拥有这张纸，共同的未来。所以在这份告白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是什么？我觉得答案就只有一个，就是让你们明白如何更真实的去靠近最真实的你们自己。这是一个新旅程的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邀请。然后第10题，我们就要回到人间，回到现实世界。我们要用刚刚所有的牌面所出现的时间、契机跟能量的组合，来去看看今天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大概会有什么特别的时间点会让你们比较接近。我看一下
这边还是要多做一些解释了哈。我来大概先解释在时间上面的感觉哈，因为这边还是有一些启发性的语言哈。这边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时间哈很难用秒针、时针来计算的，而是用一种感觉来记住那个节奏感。有时候相遇哈不需要马上发生，但它来临的时候，你会知道，对，就是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对时间的敏感度，因为能量跟宇宙的这种间歇性的时间轨是一个很细腻的连接啦。所以，今天这一题跟这整个牌，我们很难，或是我可能也没那么渴望去把它精确的算出一个日期，而是透过能量、节奏跟生活里面的细节，就细节线索去感觉到什么样子的氛围时刻会把你们重新在一起。首先，我感觉到你们两个附近最近的一切东西都慢下来了。好，然后可能你们两个的关系对话好像还变少，然后见面的时间也比之前再少一点哈，甚至网络上的连接好像也少了一些对话，所以你们现在你有可能，如果你知道他是的话，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疏离感。但是这里我发现好像不是一个结束，或是一个永恒的，或是一个无止境的远离，而是宇宙好像现在在让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哈在沉淀，好像下雨之后的土壤哈需要有一些时间去让这个土壤吸收水分才会发芽，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转机会出现在你们两个都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一刻哈，或是刚好突破了某些关键点时刻之后，两个人的整个状态跟身心能量都有一种升级的状况的时候，那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时间点对了，然后两个人突然就对齐到了哈，所以这个重逢跟告白的契机，我觉得不是刻意安排出来的，而是你们两个的能量同步对齐了，所以它反而会让你非常明确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时刻，然后你们的对话又会再重新开始。所以我觉得啦，在有两个时刻都是两个气温转换的时刻，就是可能冬跟春交界的这个时刻，跟夏跟秋这个交界的时刻的时候，是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平衡充足，重新调整最好的时间点哦，所以你看你最近接近哪一个？我觉得很会有这个很不错的灵魂同步的状况，在这一个交界的时候，因为这个交界的时候，你们会对于自己的内在的心灵会更加的坦白，对于要照顾自己、照顾别人的那个勇气跟那个责任感也会提升。宇宙会在这个交界的时候，把你们的内在品质拉到的更高。所以你要问说，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会在最好的时刻，它会产生告白，然后心灵最佳的接近？我觉得就是这个转换的时刻哦，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会开始相信自己在这个转换时机跟这个转机来到的这个提示里面，会觉得我很想被好好对待，我值得被好好对待，这是一个对自己内心的高度的强化的一个肯定哈。所以你们会在某一个时间点还不错的时候突然对齐，而这份告白确实是会像前面大概第二、第三个提问的时候，会有点突然不知所措的能量满意的时候就告白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内在应该是准备好，但是表达出来有点零散了，但是确实是表达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到现在可能已经有一个新的转换了，不知道你们中间会遇到什么故事，可是好像有其他的能量需要进来，去让你们再做一个往上的提升。现在的状况，你们的品质都算蛮好的，只是对于爱情的相遇、相见、告白的这个能量来说，你们还不算完整对齐。记得刚刚前面有很多的讯息都说，你们已经有很多的错过，可是是其他的能量把你们推开，因为他们已经预示了有更好的一个契机点哦。所以你再等待一下，时间点来说，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有9月底、10月初、2月底、3月初这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哈。它有一个起伏，这两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它有一个能量聚集的状态啊。那你们的关系其实还是可以在这两个时间点以外更加的好啦，只是说这两个时间点有在目前从牌面整个看起来说，这个交界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新的觉醒。那这一个觉醒，我觉得不一定是爱情的，你们内在能量、心灵这两个时间点都有一个非常高度的觉醒，你都可以期待一下哈。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讲很长哈，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跟感受哈。那真心的祝福你，谢谢你来听。来，那我们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我们直接开始，我们从第一题就开始来问哈，他是谁哈？在今天这个题目，他是谁？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代表了重要的什么样子的角色？所以我们抽到了食神，然后另外支线牌、协力牌，我们抽到了3张宝剑1、金币国王、金币6。
我会这么解读啦。如果我们把生命想象成一场列车的旅行，那它就是在你换车的时候意外出现的那个人。它不一定是你在风景最美的时刻出现，但也可能是在你刚结束一段过去、刚学会放手、还没有整理好心情的时候。它就像这张主牌死神所说的那样，它的出现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结束之后的新旅程，新开始。很多人看到死神牌都会害怕了，但其实它在塔罗里面是一种非常深沉又疗愈的牌。我是非常喜欢这张牌的。它的数字代表13， 13是1加3等于是4，这一个稳定结构重新建造的一个数字。死神牌其实基本上算是一种情感的转换，表达他来到你的生命里是为了帮你完成某个情感的什么重生啦。他可能不是你最早喜欢上的那一种类型，但他身上一定有某种气质，会让你忍不住想要多看他几眼。那是一种我懂你的能量，我看得到你的能量。也许他的眼神里常常在说，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这是你对他的内在的灵魂对话的一个答案。也可能他的感受里面会告诉你说，他不会逼你走向人生的什么方向，但如果你想要走到任何的冒险跟挑战，他都会默默的陪着你。这一个是他的眼神所传达出来的一个安定感。所以这样子的他就像死神牌这张牌一样，带来了某种让人愿意放下又想靠近的一个力量。然后我们看到了宝剑一，宝剑一这里的风元素，它是一个风元素的起点牌，风元素象征了某种思想、真相跟突破，所以宝剑一常常象征一种全新的认知的开始。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到，你终于看清楚了一些什么，它可能就是那个让你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没有真正为自己做选择的那一种人。所以你可能会因为他的出现，才第一次的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宝剑一这里也有一种冲破混乱的能量，化开整个象限的一个能量，所以它不一定总是温柔，但它可能会在某一些时刻说出了一些很直白，会让你有一点受伤的话。所以但那些话并不是伤害你，而是要把你从模糊里面唤醒。它的出现让你不得不面对真正的自己。那接下来金币国王在这题里面用一种非常有地基能量稳定的能量的角色来告诉你说，他可能是一个能够带来安全感的人。也许做事会比较慢，话比较不多，但行动上非常踏实。他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就像一个建筑的基础，不是最闪耀的装饰，但是它会让你感受到非常放松，非常靠近。它这个就是很像是所有的室内设计装潢之前的所有的建造建构的一个结构跟基础了。它虽然没有光鲜的那个样子，但是它真正让你感觉到这个房子这个家安心的，就是这些躲在墙壁后面的能量，那些物质，它就是这种角色。所以这张牌也有一种经验者的能量，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再比你更对于人世间事物、现实生活、生存更加的成熟一点，或是在这方面，他会比你更懂得如何去好好的品味生活啦。所以他会教你怎么照顾自己，怎么用更好的行动去表达情感，怎么不再只是等待，而是创造属于你跟他人的自己独有的关系。最后来到金币6，这张牌是土能量，但是6所象征的一种给予与平衡。会在这里共同的存在。金币6常常被解释成为一种情感的交换，你给多少，他就回你多少，你给多少，他就接触多少。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许就是会让你学会如何被爱的那个人啦。所以他的出现，其实在金币6这张牌来说，他其实是一个你的生命中很重要的贵人这个要好好的注意一下。那它不会让你感受到很多事情，不会让你委屈自己啦，也不会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内在的很多的一种特质。它会让你发现，其实爱情里面不是只是努力的拼命的牺牲自己才能够换来对方的真心，而是让你明白说，只要在足够的给予当中，就会找到一个跟你对等的关系、对等的能量，这样才是一个对的人。要平衡，要对待，要有你来我往。所以这4张牌构筑了一个非常有层次的能量场。死神带来了转换，宝剑1带来了觉醒，金币国王代表了安全感，金币6代表了平衡。所以他这个人
他是你身边的已经大概有某种程度上熟悉的人，所以他这份告白并不是童话里面突然来告白的重要角色，也不是突然会让你突然心跳加速的那样子的一个怎么讲，让你非常觉得他有存在感的那一个角色。他是那一种，他已经在你生活中已经慢慢的在那徘徊，帮助你、关心你，对你给予非常多的付出，很细微的、很细小的，它会让你觉得你回头过来想，才会发现说，这个人已经默默的改变了你的人生，会在这份告白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唤醒了。所以他在你生命里面的角色不是短暂的一个烟火，而是帮助你换掉整个灵魂，跟体验到整个灵魂的一种洗礼的一个人。他让你会开始相信有些人不是来教你如何去爱人的，而是来去帮你记得那些你已经默默遗忘的那份爱。而那份爱是什么？你值得好好被爱的爱啦。你有的时候常常被忘记，而这个人的出现的时候，帮好唤醒、提醒跟叫醒你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了是第二个提问哈，我在他心里是什么样子？他怎么看待我这段感情？那我们抽到了主牌是隐士牌，然后天使的神谕考抽到两个意义，一个是偏执与恐惧，另外一个善良与慈爱，是两个非常差异很大的。然后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解释。就是我写下来的是说，如果你问他，我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可能一时答不上来了。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而是因为他还没想出能够配得上你的正确答案。这张主牌隐士说明他心里现在正处在一个静静的想你却不敢靠近你的一个状态。隐士数字的9代表的是完成之前的深度沉思。他就像走在夜里的一个旅人，独行的旅人，提着自己的灯，在一条没有人陪伴的小径路径上面前进，没有人哦。所以这张牌的元素属于土，属于一种非常深沉的内省与反思。然后他在思考很多的真实与什么是最好的静止、平衡、极静状态，因为他想要把事情想清楚了，所以他在心里总是反复的想着你，但越想越不敢轻举妄动。他怕自己的靠近会打破目前你们之间微妙的平衡啦，所以我觉得他会用一种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子的理由把那些真正的感情感觉锁在自己的心里的盒子。你在他心里有一种像是一种不敢说出来的光，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在乎你，甚至会偷偷去注意你所有的细节，看你的 po 文啊、各种限动这些的但你说话的时候，眼睛会飘向哪里啊？你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人，喜欢什么样子的事物啊，喜欢什么样子的歌啊或是你笑起来的时候是如何微笑的眼神啊，然后眼睛会眯啊，会看左边，这些小细节他都会记得。不是因为他刻意啦，而是因为每一次看你以后，他的心都会稍微亮一下，会发光一下。但是为什么他还不靠近你？答案，我觉得答案就藏在这两个天使卡里面天使卡里面，我觉得在偏执与恐惧这里揭示了一个心理的防线。他其实对爱充满了不安全的感觉，他可能曾经付出过很多，却被没有对方好好的接住，也可能从小到大都不太习惯把真心交给别人啦，所以他害怕自己喜欢你之后会变得很脆弱，他在你面前会变得很退缩，不是冷漠，是一旦真的靠近你，就会被你看见那个其实没有那么坚强的他啦。所以第二张牌，善良与慈爱，这张牌显示出说你在他心里不只是一个喜欢的人，而是一种温柔的、疗愈的。他其实感受得到你身上的有一种能量你是会理解他的人，是可以安抚他内心那些不安全的存在，所以他很怕靠近你，又忍不住在你该怎么解释呢？这里其实他又很忍不住的想要慢慢的再靠近你更多，看到你更多啦。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段感情就像看一幅画，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进画里的意义那个意境，但每一次他经过，都会想要再多停留一会儿，多看几眼他会想象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是怎样的模样，未来会是怎么样子的现状。然后会想象牵着你的手，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比较勇敢他的心很像一个老房子，有点坚固，有点旧，但你让他想要打开窗，让光进来，新的光进来，就算照亮一些旧的东西，他也会觉得是一种新鲜的一种被温暖的感觉啦。然后他心里你是那一个让他想要变得更好的人啦。你可能不知道
他在你面前的时候，总是会刻意的表现的比较成熟，总是想要顾及你的感受，总是想要在你需要的时候，然后就立即出现，但又常常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就会在这种矛盾里面没有办法表达出他自己真正的情感。他这个矛盾不是因为不重视你，而是因为他还在学习怎么去爱一个人，才不会弄痛彼此啦。我觉得他在这里，他把这个爱情的模样想得太高了、太好了、太远了哈。所以从这3张牌来看呢，隐士代表是他心中一直在沉静的、默默的在想着你，只是很难说出口。然后偏执与恐惧这边在讲的是他以前受过的伤，然后可是在这个伤还没有复原到让他学会如何很有安全感的慢慢的靠近你。所以他每次靠近的时候，那一个动能啊，那一个2个人的磁场的对撞，都还是让他有一点点恐惧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慈爱与善良，这里是一种温暖的指引啦，要慢慢的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人真的可以理解他，只是他要在更多的迈向那一步哈。所以你的存在在他的心中，就像冬天里最不可预期的那一道温暖的阳光啦。他在期待，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然后这个阳光不是像夏天一样炙热的，而是那种慢慢的照进他的窗边的时候，会让他感受到一杯热茶在冬天里的那一种温度。我觉得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迎接这段关系，但他心里已经住进了你，或是已经想象了你在他生活里的一个样子。他正在他的方式里面一点一滴的靠近你，也许速度真的很慢了，但他仍然走在往你这边走来的路上，从来没有转弯过。所以我们要再等他一下，因为他其实从这里看到，就是他还有一些自己的心理建设完了，所以我们也不是也应该要等待一个已经准备完全的人来告白了，因为这个表示他是非常认真的。我们也不期待说有一个人就是有一种半吊子啊，或者只是想要碰碰运气来告白哈。好，所以到第3题哈，第3题我们就是要再更深入的问说他为什么不告白，他心里卡在哪里？其实前面已经有讲到一点点了，可是这边我们还是在境外抽到塔牌、金币6的逆位、圣杯5哈。我觉得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小难解了，因为它可能跟前面的贴纸牌有点对撞。但是在我的笔记上面写说，有的时候感情不是因为不够喜欢才不说出口，正恰恰是因为太在乎、太怕失去，才会选择先沉默。这一题的3张牌塔、金币6逆位、圣杯5，其实都是一种内心在非常大的震动之后的现场重建啦。告白不是他不想，而是他还站在那个废墟里面，正在想着该怎么办，然后他还没有整理完，不知道怎么抬头看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所以主牌塔牌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牌，是一个冲击力非常强的牌。它的数字16， 1加6 7， 7是在塔罗里面寻找真理的数字，代表破坏之后的重建，他还在寻找那真正的答案。所以火的能量的爆发的突破与不可预期正在改变，也就是说这一个塔牌所带来的某种不可预期性已经远远超乎他所能想象的，所以后面还有更多的意外惊喜跟峰回路转他需要放开心胸去期待。那塔牌这张牌也暗示了他曾经在感情里面应该是摔得非常重的，可能是一段他付出了非常多，然后却没有被接住的一个过去，也可能是他自以为在之前的爱情里面非常坚强，可是才发现说自己的脆弱，而产生了某种非常失控的一个经历啦。所以这些伤后，也许在他心底或在他的外在表现的，我觉得没有那么明显，但因为他表现的越正常，所以该笑的时候反而是有点假笑，笑不出真心。该回讯息的时候，也就是照着一些就是按部就班的就回了，然后他的内心可能还跟他的所有动作保持了一个距离。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他其实内心有一些伤痕，让他对于要抒发情绪有一个避震器，有一个防护器，让他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表达他内心真正的情绪情感面，所以他现在这方面有一些罩门跟阴暗面。所以每当他对你有一点点靠近的念头的时候，就会被内建的这一个避震器警报器响了，然后他就会不自觉的告诉自己说，你小心再靠近可能又会有一些痛楚会再回来来，所以到了金币6逆位的时候，更指出了他这一个情感的盲点了哈。那这里的6本来是代表平衡和互惠，平衡跟互惠，但是因为他倒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的他还没有办法这么健康的处理情感的交往的事情，还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情感在这边
你来我往的感觉啦。他可能在过去的关系里是那个是那种付出很多的人，就在某一次发现自己完全被掏空然后发现自己太渴望得到爱，反而在不知不觉的失去自我。所以现在的他不敢随便把感觉交出去，感情交出去，他不太确定你会不会接住，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值得被喜欢其实他有很多的问题一些困扰着他，他害怕自己会像以前一样把心交出去之后，然后什么都换不回来。所以到了圣杯5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张牌有一些不错的启示啦他在讲说，一个人站在打翻的水能量水杯之前，伤心的看着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失去的水能量，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其实还有2个杯子好好的站在他身后。这2张杯子总是在告诉他说，你还在看过去的伤痛，而没有看到现在的可能性。这个就是圣杯5所讲的，有点顾此失彼啦。有的时候你专注了一些小的，却没发现你已经获得很多了。这里在讲这个，所以这也是他现在内心的写照。你对他来说是那2个还没有倒下的杯子，是一种希望，但他的眼神还停留在另外那3个打翻的情感的记忆上面。他可能都没有发现，他其实不是没有爱的能力，而是没有学会怎么去重新相信这爱情的出现。所以这3张牌都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塔牌。塔牌在讲的是曾经经历过的某种心碎啦，让他很害怕在投入新的事件的时候一定会再崩塌这样。所以金币六的逆位告诉我们说，他在爱里曾经有失去平衡过，要么给太多，要么怕自己没有资格去领取，所以他这个平衡是失衡的。那圣杯5就是他还在怀念跟哀悼过去的情感忘记转头看到你就在眼前，他应该要珍惜所以这就是他卡住的点啦所以你要问说他为什么还不告白？那我想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了，怕失去，所以他很怕做出任何动作的时候会把这件事情都打草惊蛇而毁灭了。所以他现在选择不动声色的守护着你就好了。所以这种卡住并不是一种懦弱，我觉得它是一种保护机制。他的心应该曾经倒塌过，所以他现在只敢慢慢的一砖一瓦的把墙盖起来，然后靠近你。但是你知道他盖的这个墙里面是有你的，他可能用了100种的方式靠近你，有偷偷的看转来转去的对话然后在你身边假装没有看到，有这样子靠近你的方法。但是这些行动都隐藏的一句话没说出口，就是我很想靠近你，但是我又怕把事情搞砸了。我觉得这是他现在内心的一个真心话了所以我们要说他的心卡在哪里？我觉得他卡在自己给过真心却没有被好好珍惜的一个痛苦回忆里面，卡在他不确定你会不会跟他一起走到他所向往的那个未来，然后这里是一种恐惧感。所以我觉得还蛮人性的我觉得还蛮人性的，所以他必须要找到自己安静平衡的一个位置不然他会一直被这2个东西所折磨好，我们来到了第4题第4题就他暗恋了我多久，他心里藏的有多深那这里我们看到了恶魔，然后宝剑5逆位，然后金币3我觉得当恶魔牌这张牌被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喜欢了，而是一种早就藏在身体、呼吸、眼神里的一种思念我觉得他对你的情感不是刚萌芽的那种小小的喜欢而是早就发酵成为心底浓烈的欲望和困在自己内心的某种执着。恶魔的数字15 1加5 6在6塔罗的里面是一种爱选择纠缠这张牌属于土元素里面某种不太像是缥缈的幻想，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想要靠近你，想要拥有你的那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他想看着你笑，想听你叫他的名字，想知道你是不是有点在意他这种欲望一直在他心里，不是1天2天，已经藏了非常非常非常久。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的，反而是非常明确知道。他甚至早就知道，已经超越了喜欢的那个界限。只是这份感觉来得很快又强烈，强烈到他怕自己会失控，所以他学会收，学会装没事，学会用玩笑用保持距离用没那么熟的一些借口来保护自己，不被看到，不被看破。他很怕在你面前整个被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再看协力牌的第1张宝剑5的逆位
正位的宝剑五的逆位是一种对立、争执，还有心理的对抗。但是当它是逆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种妥协跟内心的压抑了。他可能一直想对你说些什么，但总是选择了算了。可能你们的对话中，他本来要多说一句，其实他很在乎你，但最后却变成了你最近好像很忙吼，会用一种比较关心的方式来表达。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内心的声音太多、心声太多，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哦。他现在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的哦。所以这张牌也代表他自己的一些内心的矛盾啦。他很清楚你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做那一个给起承诺的人，所以他暗恋你很久，但却一直在告诉自己说再等等吧，等自己够稳定之后，等自己能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的时候再表达出来。所以第3张协力牌金币3，这里说了一个合作与观察的牌，这表示他不是那种会直接冲过来表白的人啊，而是会在你身边慢慢的观察，慢慢的累积存在感。我笔记中，我大致上觉得我大概注解了一下，我在想说，他可能早就把你说过的话都记在心里了，然后很多小习惯，知道你喜欢喝什么喜欢用什么手拿手机啊，或是有压力的时候会拿起耳机听歌啊，听慢歌啊。他对你不是一见钟情，然后而是默默的观察你很久，然后在心底一点一滴的爱上你的那一种人，所以他在你附近盘旋了蛮久了，所以这3张牌拼凑起来我这边画的一些草图，他这边说。一些能量的联系，大概可以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你，只是他还没准备好承认，不是承受，说错了是承认这份爱，因为他觉得他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办法退回来了，所以这个责任感是非常重的那他不确定你会不会接受他啦，也不确定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别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你在他心里已经住了非常久、非常深了。所以你问他暗恋你多久，答案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许是你们第一次讲话的时候，他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也许是你无意间帮他拿了耳机啊，或帮他做了什么，他突然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那种节奏已经响起，那个音乐已经响起。他的暗恋不是偶然的，是长期潜伏的一种喜欢，在你附近环绕的，藏在他不说的每一次的沉默里面，跟你的对话里面的那一个沉默里面我觉得这个方式还蛮美的啦。所以你说他的内在的声音藏了很深吗？我觉得深到连他自己都不太敢碰触，因为那感觉已经非常久了。他怕一碰他就会爆炸，他怕没有人接住，他也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然后这种深度已经深到他选择把你放在心里最安静的角落，宁可默默的喜欢，也不敢去赌你会不会接受他。所以这是一种不敢讲的浪漫，然后也是一种很深的温柔了。他把爱藏得很好到只有你不经意的对他笑的时候，才会透露出那一种想要牵你的手。可是我们见到了这样试题以后，他有可能不说吗？我觉得。其实这一组你要看到其中有一个，它有一个爆破边缘、崩溃边缘只要我觉得这一题，只要他感受到你能接得住这一份爱情的时候，他就会告白了。所以他其实也在等待那一个时机了所以我们来到了第5题第5题我写的是说他正在默默的准备告白嘛，正在计划间，没错，就是我们刚前面在接的那个提问所以我们这边抽到了力量牌，然后金币骑士圣杯9逆位我这边在笔记上所写的一个注解我是这么说的，我写说我们总是以为告白是一个浪漫又突然的瞬间但对他来说，告白更像是一个内心的长跑。他不是那种会突然冒出来一句我喜欢你的人他会选择把这句话藏在很多次的陪伴、很多句的你还好吗里面。你听得懂这句吗？他会把告白跟我喜欢你的这句话藏在很多次的陪伴里，很多句的你还好吗的讯息里面懂我知道说什么很多时候你几乎是不会发现啦因为这些感觉都很像是刚刚路过、突然路过、经过的一些片刻里面了。那我们回到看到主牌是力量牌这张牌的数字是8，在塔罗牌象征里面内在的力量、耐性跟情绪控制他这边讲的那一个行动跟勇气的热情并不是这个火能量并不是只是权杖的那一种急冲冲的往前冲的火焰而是那种藏得很深的、有非常强烈的动能的一种火种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愿意等待对的时间，然后再度燃烧这个就是大牌的火能量的不一样的位置了所以这张牌的出现代表他正在努力的调试自己的情绪跟状态，不是不爱你，
不是对你没感觉，而是他正在压抑那个现在就想冲过去说出来的冲动。那这个我们对上一题做了一个解放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只是被情绪推动的走，他想要确保当他说出"我喜欢你"的那一刻是稳定的、坚定的、有承诺的，而不是只是一时的勇敢。你看，他这里用的一个方式不一样，他说不是只是一时的勇敢，或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或一时的渴望，是不是一时的勇敢？所以对照我们刚刚第4题来说的时候，其实到第5个位置的时候，应该看到什么？他已经看到了某些方法了。他已经看到了自己能够往前行的一个契机，他已经感受到了。所以接着我们在第1张协力牌分支牌里面，击币骑士出现的时候，这个土元素代表某种稳定、规划、前进。骑士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角色啦，但是金币骑士是说骑士里面走得最慢的、最有耐心的一个，走得最稳健的。金币骑士做事非常小心，甚至有一点拖延症，但不是因为他不想做，而是因为他想把事情做对。他现在的能量就是这样哈，每天都在靠近你，但不是每一步都非常到位的那一种靠近了，而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建构你们的关系的一种建筑性的、建构型的一种行动。可能会，或是他有更频繁的找你说话，或是更关心你生活的一些琐事啊。可能他也在默默知道你喜欢什么，然后在某一天你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在你面前，会告知你说，或是会突然就帮助你，然后这些他是用这种小方法，金币骑士的一个方法，慢慢的靠近你。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他的喜欢你都是在这些小行为里面慢慢的诉说的。所以这张牌也显示，他正在这份关系怎样打基础。他想先让自己在你心里成为一个可靠、有分量的人，然后才慢慢的把那份爱推进你的生活里面。也许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自己是不是够好啦，也许他会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多准备一点，再观察一点。所以但这样子的步调让我们看到他是真的把你放在心上，因为他怕一旦开口了就没有退路，而他不想把这种喜欢草率的就处理，草率的就说出来了。我们前面一直都在提示到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再来，我们看到第3张分支协力牌里面圣杯9的逆位，这张牌在正位的时候是一种满足愿望实现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当他靠过来的时候，就达成一种情感未完成、未达标，然后缺乏安全感的一个状态。这代表他内心可能还有一点点对自己的怀疑啦。他也许觉得你太好太闪耀，他自己没有办法准备站在你身边，还没办法跟你在那个平衡的位置。他还不太确定是不是也有你也有相同的感觉，有感觉到他靠近啊。他怕自己说出口之后，反而会被你会打破你们两个之间这种暧昧的刚刚好的一种平衡。对他来讲是一个暧昧的刚刚好的一个现况。所以我觉得很明确的是，他应该是在等待一个更明确的暗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某一个节奏跟讯息，他发现你可以接触到他的情感的这种暗示跑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暗示应该不是针对他拿出来的，而是你对于生活周遭或是感情的渴望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啦。他会得到这个暗示，所以等他他自己真的有勇气去冒险的时候，也是一个可能。他可能会想要去尝试，可能会有失败的风险的时候，他还会再往前一步，这也有可能，可是这个比例还蛮小的。所以你问我们这边问说他有准备吗？是的，他其实有准备非常久，但他的这个准备不是一种告白的信件、情书或是一个话术这种浪漫的表达，而是他用时间跟耐性，还有你没有发现的那些小小的温柔堆积而成的，这个就是他的准备。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慢慢的朝你这边过来。他不是不靠近，而是他对你的重视跟审视，才让他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他希望当他终于来到你面前，诉说出最明确的告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不只是一时的喜欢，而是想把我想陪伴着你这一个核心表达得非常清楚。好，那我们到第6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能量透露了什么样的状况。他表白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了审判牌、金币皇后逆位、宝剑6。其实啦，如果你够敏感，我觉得审判牌有带给你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感觉的够深、够敏感，就这个够敏感你会觉得他快说了，有人快说了，但是一直忍住。那这是你在感受这张牌的一个全部情绪，这个审判牌给的一个情绪，有一种快要爆发又克制到了极点的一个心情。所以我刚前面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快到要告白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审判牌这张大牌出现的时候，代表他终于会在那一刻做出对自己有意义的重大
表示他会说出真相，不再躲藏。还好这里出现了审判牌，所以我们知道他终究会有表白的那一刻哦。所以审判牌数字的20啊，2+0，2在塔罗牌是一种连结缔结关系的一个建立，所以这张牌是一个风能量接近了一个非常灵性共振的一个牌，代表了觉醒。然后要回应某种召唤，以及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换句话说啦，他的表白不是为了试试看，而是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挣扎跟确认后，终于要对自己诚实的那一刻面对他了。所以你会发现，他表白的时候不是一种兴奋的，而是一种松了一口气的。他可能会说：“我其实早就想说了。”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告诉哈，或者他会说：“我再不讲，我就一定会错过你。”哈，所以他这个不是一种告白，他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哦。他在对你说出心声的同时，也在跟从前的自己的许多的怀疑之中觉醒过来，被叫醒过来了。那么第一张的分支协力牌的时候，出现了金币皇后的逆位。金币皇后在正位的时候是一种照顾、稳定、温柔、有安全感的能量哈。但是当她逆位的时候，表示她在表白的当下呢，其实还是有些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给你值得的爱。这不是不爱，而是她怕自己不够好啦。所以这张牌透露了某种脆弱，他可能会一边告白一边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你心里完美的那个样子。”但这份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他。你会发现他的那个真诚，他的爱不是包装出来的，他不是刻意的要让自己包装成理想的恋人的样板，而是他要让你知道，我知道我在学，但我想要努力让你变得更好的这一种哈。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语无伦次，也可能会有一些眼神的闪烁，甚至会突然变得不太像平常那样冷静的他。但这样的讯息全部都是他这次是来真的了哦，你会感受到这个他的表白不是表演的，而是内心打开了某种过程，而他正在打开那个心里一直关着的放着你的名字的那个抽屉啦，放着你的那个声音的抽屉啦哈，他要打开了。所以我们来到第3章哦，分支宝剑6哈。基本上宝剑六象征了一种过度移动、离开痛苦啦，还有什么想想，还有走向理解的牌面。那它这里的风能量是一种思绪的改变，是一种情感的释放，是一种远行的有目的地的行走。所以这张牌的画面是告诉你们说，它正在从一种混乱的岸边滑向一个平静的水面，这就是它的能量的状况。它终将要决定不再被过去的恐惧啊、自我怀疑所困住，而是朝向你这个方向迈进。他知道自己不够完美啦，他其实一直都知道这份关系一定有挑战啦，因为他的不够完美，但他也知道你值得他去做出这一个挑战跟这个出发。他必须勇敢，他也知道他可以勇敢，所以你可能会发现他表白前会变得特别安静，你们的相处他可能会有点消失一阵子，或是突然对你的关心各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柔软，更加的细心，你其实会察觉到了，只是这些讯息会出现的有点模糊，但是又好像你有触碰到什么明显的讯息这样子，会在这种反复里面出现，然后他有可能还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菜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好像关心的询问。其实他是在暗示你说，我的喜欢也在，你就是我心里所喜欢的那个人，这样子。所以宝剑6的讯息比较像是说，我在慢慢的前进，但是我不说破我心里真正的样子，但是我会用别的方式慢慢的靠近你这样。所以如果够敏感的人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那如果你本来就不太能感觉到这个，我觉得你就等待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行动浮现出来了。所以这3张牌在告诉我们说，审判牌告诉我们说他想清楚了，那个沉稳已经出现了。金币皇后的逆位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已经认真正视了，面对了自己的不够完美了。所以宝剑6在告诉你说，他带着这种想清楚了又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这个自己，已经往你这边正慢慢的走来了，越来越浮现了哈。我觉得这组在整个告白的状况里面的诠释是说，它不是那种绝对浪漫的那一种电影剧情的那种告白，然后他可能会选择一个你们就比较熟悉的相处的位置啊，餐厅啊、角落啊、谈心的地方啊、逛街的地方、游玩的地方，这样子，让整个感觉是一个比较不紧张的气氛的时候，他会忽然停下来。告诉你说，他其实喜欢你很久了。整个状态并不会是很华丽的、超级浪漫的，但是那一个真实的感觉，有一种流逝在时间长河、差点错过的真挚的情感，会在这里面透露出。所以他并不只是来告诉你说他喜欢你的，他其实是来说他不想再假装对你没有感觉了啦。是这个状况。好，我们来到第7题。所以这次的相遇对你们来说重要吗？改变了什么？我在想
因为这里我们抽到，我是用炼金卡跟旅行卡来抽的啦哈。炼金卡抽到了神的完美安排，还有完整的旅程。我很喜欢抽炼金卡，因为炼金卡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整个能量的定义啊。我们要从这边看到定义，然后旅行卡是看到了某些角色的问题哈。所以从这里综合起来，我会发现说，我们以为哈，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会以为。人跟人的相聚只是一种平常的日常的遇见但有的时候回头一看，才发现那一天的对话、那一天的眼神、那一天无意识的问候，其实早就来悄悄改变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而且是深深的关系的。所以第一张牌，神的完美安排，它告诉我们这次的相遇并不是巧合，你们当初的相遇就不是巧合，而是刚刚好。没有提早也没有太晚，而是在两个人生命的轨迹上，终于到处环绕之后，终于到了交接的节点。这是一个被宇宙挑选过的一个时间的最完美的交汇点。这张牌告诉我们，所以你可能在认识他之前，在自己的感情上有经历过某种失望，他也可能在遇见你之前，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劲，可能对爱情也没什么渴望。但是因为你们的靠近，有很多东西开始改变了。你自己本身可能也不会因为那些伤口。再像以前那样那么想要逃避爱情，而他也不会对爱情的渴望这么低落到已经非常对爱情的冷漠冷感，而在你们慢慢的相处靠近的时候，就开始重新相信说，也许我真的可以再遇见一次爱情，也许我真的可以再遇见一个我喜欢的人。这个是这张炼金卡在说的。那第二张卡完美的旅程，这也在讲说灵魂的一段环绕跟回归，它是有周期性的，所以它说明了这一次的相遇不是让你们靠近彼此，更重要的是它帮助你们看见了更完整的自己。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会非常常提起，因为我两个人在一起吻合，感受不错。其实最重要的都是让你们彼此看到最完整的自己。人常常没有在爱情里面的时候，很难看到真实的自己，因为里面会奔放的去展现自己最真实的心理，所以那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完整是什么样子的长相。而你们就是这一个时刻，所以他在你面前不再只是会为了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他也同时学会了我想要怎样的关系。而你也许因为他的沉默跟陪伴，第一次学会了不是每段爱情都要轰轰烈烈，有些爱其实是静静的陪伴着彼此长大、成长、成熟，身心灵都完整。有的时候是这样，所以这不是这个告白不太像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告白，然后一翻两瞪眼的这种了。它不是这种靠结果的，而是它这一个告白会改变什么？你们两个在当下是如何看待自己内心所期待的爱情的长相？那瞬间就会被叫醒了，会被叫醒。它只是一个新的旅程、新的感觉的一个开端。所以这份告白的重要就是在这里。它让你们重新检视爱情在这么靠近的时候，这一次我会有什么期待？我已经学会了哪些事情？我到底要怎么再看待爱情重新出现？还有我脑袋跟内心里其实有一个完整的形象，我现在才发现，我有这个状况。再来，旅者卡里面一张伟大的鹰，伟大的老鹰，还有一个是男人两张牌，这内在讲的不太一样了哈。老鹰在那边是说的是一个视野的牌，看东西的视野的牌。他在说你们的相遇很像一个高空俯视的一个老鹰，终于飞进了某个特别的山谷，看到了细节，看到了机会，看到了风的方向。你们彼此之间可能不只是对谈的对象，更像是开始在互相学习，然后在互相学习之中，帮助彼此能够持续的觉醒的一个重要的镜子。他可能让你第一次正视到自己的不安跟渴望，你也可能让他发现，他其实并没有他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强了。所以这个伟大的老鹰的眼睛，其实是代表说你们两个在靠近的时候，这一份视野可以让你们这么正式的看清楚了你们内心的渴望，跟对于渴望和未来感的那种未知的不安。但是这也同时让你们知道如何坚强。所以这张卡在鼓励你们不要只用眼前的对话去定义这份关系跟未来的发展，而是要用心灵的眼光去看你眼前的这个人，然后发现这一个人为你的人生能带来什么转变。好，那另外一张卡旅者卡的男人讲的不是一个性别上的男人了，而是一种意识正在走向成熟的一个象征啦。它代表的是你们的这一次遇见会让两个人都更接近勇敢、真实面对爱面对爱的那一种更完整的自己啦。所以他也许会因为你开始练习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你也可能因为他开始放下某些保护色，变得更愿意依靠，更愿意去爱。
你们都在彼此身上找到一个新的版本，这是一个很高的可能哈。所以我们要说这一次的相遇或者这一次的告白能改变什么？我觉得它一份告白只是一个流程，它必须要发生，它必须要让你们重新看顾两个人关系的长相，所以它会让你们更诚实的面对自己要什么，而不是只对对方产生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不是一份爱告出来的时候，你在检视自己有没有也喜欢对方。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在这份感情出来的时候，你们两个会开始诚实的面对自己真正所渴望的爱的长相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交换，做一个学习哈。所以它是一份新的关系的新的创造了。所以它第二个，它也会让你们开始理解，爱情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找一个愿意一起跟你修补自己心灵裂缝的人。就是有这个，你们这次的概念有这个，然后它的出现也会让你们不再急着定义什么是恋爱关系，什么是爱情关系，而是开始享受彼此靠近的时候，心里悄悄的变得柔软的那个一片一片一片的感觉。好，所以我要说，也许最后你们会在一起，也许不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会创造一份新的关系。然后这一次的相遇的意义已经成立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们彼此都会带走对方的一个灵魂的讯息，在这个非常靠近的时刻，你们会看到了新的视野、新的长相。然后你给了他一种爱是可以温柔的记忆，而他会给你一种我值得被慢慢靠近的一个勇气。所以他这个温柔跟勇气会同时出现，你们会交换到这个心得。也许你们自己内在都缺少这个东西，或是忘记拿出来哈，这是一个学习的遇见啊。告白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浅的动作，真正的是告白之后的那个冲击力，在这里会展现出来。来第8题哈，我们来看到宇宙如何看待这个爱情哈。那我抽的是那个舆论智慧卡，然后这里会讲的比较深的一个东西哈。所以我们抽到的是不要再被骗了这个概念哈。其实这边要讲的不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啊，其实它是宇宙上其实不是很在乎你们在不在一起哦。他在乎的是说，你们在这场爱情里面有没有看清楚什么是爱情的真相？有没有对自己诚实？有没有在表白的那一刻说出真正心里最真实的感受？还是说，在告白的那一刻只是想讨一个安心的答案，没有或是做出一个自以为该做的动作、应该做的动作，而不是真心的动作？这个有时候很多人都不太分得出来哈。所以这张牌上面说别再被骗了，其实他不是在说有人在说谎，而是在提醒你或他在爱情里面最常骗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在演一场戏，在演一个好的自己，在演一个别人会喜欢的自己，可是那都不是真的自己。这边在提示的是自己，讲出自己的真心话，讲出自己的真心的感受，想要自己真心的期待、渴望，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是不是曾经想？他看我笑了一下，是不是代表他喜欢我？就是你们的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会猜想别人对我们的好感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猜想我们喜欢的人会觉得说，他说他最近很忙，是不是其实对我没意思？心里会有很多非常多的小剧场，不安全啊，不确定的感觉，全部都是在爱情里面常常会出现的自我的误导。所以这张牌在说，在表白的那一刻，你有的时候要停一下，要想一下，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想要的是个结果，还是个真相？这个很重要。所谓的结果跟真相，就变成说，你想要的是在一起这个结果，还是你有没有真的知道你想要怎么进入爱情，跟你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真相？这是不太一样的哈，你可以想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出我喜欢你其实不是为了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感觉，而是想赶快的得到一个答复，想让自己好过一点，这不是错，而因为宇宙要你知道真相，有的时候比关系更重要了。所以这张牌在提醒你看清楚眼前的这个人，他对你是真诚的，还是只是在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拖延决定？他的靠近是是出于想了解你，还是只是害怕孤单？相反的也是你答应了这份爱情，是你只是想要解决你的孤单吗？还有你的沉默、你的不回答，所以你想拒绝吗？还是你只是害羞，或是你不想要接住这个爱情，因为你不想负责任？所以你用一种温柔的表达，可是你只是想要去拖延你的决定，你不想要立刻面对这个答案。有时候这些真相都在这里所以
这张牌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啊，它只是在提醒你们，我们时常内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感觉，你要把它看清楚，尤其在这个告白的时刻，其实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这个告白的片刻，它只是一个流程，它很重要，它是要唤醒你们两个都有哦，你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爱情的样子，而不是流程到了要告白，所以为了某个被告白的结果，答应不答应，然后想着这个结果怎样才是美好的，怎样才是最完善的，而答了一个自己心里其实没有那么把握的答案，或是只是想要完美的展现现在这一刻，不让别人失望，不想看到别人失望，而去答应了，或是说试试看看，这心里其实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其实想说不，但想说不的时候又很难去解释说我不是拒绝你，而是我其实拒绝我自己，有很多真相就在这里在提醒你们。所以啦，其实这一题蛮难解的，但我想你们大概应该都听到里面的真谛了哈，所以我这边再解释一下哈。其实这份告白的意义，在这一张愚人智慧卡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不在一起是其次，而是在这一份告白里面，你们两个都是否学习到怎么如何去看着爱情，然后发现爱情里面最重要的是清楚的看见自己，看见对方，然后做出一个什么坦然而诚实的选择。所以你可能会问，那如果我看清楚之后发现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吗？看清楚什么？看清楚他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可能跟爱情的喜欢不一样，他可能是很多的关心，他已经把你当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伙伴、伴侣，或是更高级的到家人，或是到灵魂伴侣这种更深层的东西。如果你看清楚，发现的是这样，那我觉得这张牌在告诉你说，宇宙也在回应你说，不需要去猜测，你就清楚的去问清楚你发现，或是分享告诉他你的发现。也许他没有像你一样发现的这么深，因为你的角度跟他的不一样。也许在这份交换的时候，你们会得到更深的连接。也许告白或在一起已经不是你们这份关系该走的路，也许有更好的关系，或是会有就是要告白之后要成为恋人的那一种连接，不知道。但是这一份真诚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瞬间。听得懂这个哈？所以这份连结啦，其实会在告白的时候已经缔结出很强而有力的东西了。只是这一份坦诚、看见自己的这个，会成为某种它的质量，它是金木水火土啊，它是铜啊、钢啊、铁啊，它是什么质量会在那个时候会呈现出来。所以宇宙跟这张牌其实是要你记得，告白的关键不是说不说，而是他说或他说的时候，或是你回答的时候，要让你们两个能够有非常深的觉知跟直觉，去知道爱一个人，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动作，你们会想要怎么样子的动作，怎么样子的付出。好，这里比较难哈，你可以反复听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特别的感受到，你可以先跳过，因为这比较难。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已经可以体会到这中间的一个真谛了啦。好，记得真诚的感受你当下的感觉就好了，不要搪塞。不要包装，不要美化，最真实的想法是最重要的。也不要因为你真实的想要拒绝，你真实的想要逃避，然后觉得会伤害到对方而不做。没有，真实之后换来的就是他的另外一个真实的回应，也许你们会缔结一个更真实的一个关系，跟新的连结哈。反正记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到从第9题我就设了一个题目，就是在这次告白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的关系？恋人、朋友，还是变回陌生所以神谕卡里面我就抽到了其实这不是神谕卡，其实这是波西卡了。波西卡也是某种塔罗牌的转换但是没关系，我们把它看成神谕卡的概念来看其实它内在讲了一个是第一个是能力与创造，再来是内在的反省，还有一种物质所以我们会再问啦如果他说了，鼓起勇气说了，你会怎么回？会回说我们会在一起吗？或是从此不联络？其实这张牌告诉我们说，这场告白的重点其实不是要得到这份关系的定义了，而是让你们这份关系开得变得更真实，然后进到了下一份关系。也不是说一次告白就会决定两个关系的有跟没有了。所以第一张牌能力与创造这边强调了某种主动性的重要，说明你们的未来那也许不是命运安排好的，而是你们两个是需要一起在这一份告白之后，看看能不能创造出新的关系，还是这一次的告白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次在感情更接近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更真实、更确定关系的那一份告白所以换句话说，告白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种空白的画布，在
说出告白之后，这段关系才会有所形状。而那个形状呢，它不一定是要马上变成你们恋人，而是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新的成分。好，也许会让你们两个开始的对话里面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真诚、更加的关心彼此的内在、更加的有爱、更加的往恋爱跟爱情那个方向去创造出你们的爱情的语言。也许它只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的开端。好，所以这需要需要一些时间哈，因为这场告白会让你们两个的内在的连接会变得更加的深啦，也会让你们两个开始比较正视你们两个之间关联的，或是你们两个的情分啊、情感啊。那这份告白跟你们两个的友好的程度，并不是因为这份告白之后被气氛推着走，而是更深的理解、更深的关心，而让你们慢慢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到第二张牌内在的反省，这张牌其实是在告诉说，这份告白其实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而是会让两个人进入一种对于这份关系是否要让它成型，或是往外来走，呈现一个沉思的状况。那他也在让你们两个同时在提醒自己说，如果我们要试着往爱情那个方向走之后，我们真的能准备好吗？好，还是我害怕接受之后，最后还是要失去他的这个恐惧？这个慢慢的会在你的这个反省里面想很多，会想的太多，所以要明白哈，爱情其实有很多的层次啦，好，不是一个人跟你告白说他喜欢你之后，所有的故事的发展就都是像童话故事或是像电影演的一样，有一些基本的顺序。有的时候告白之后才是两个人真正理解的开始，要接受开始明白对方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样的层次，是怎么样的成分，然后才慢慢的理解两个人的心是放在彼此的内在的心境的哪里。好，要知道这两个人的缔结的关系的时候，才慢慢的可以知道两个人的心长什么样子，契合的样貌长什么样子，慢慢的走到爱情的时候，这个路径长什么样子，不是突然的就爱上了，也不会像风一样就突然的分离，而是这个路我们慢慢的是怎么慢慢的累积那种像爱情的爱，而把我们缔结跟连接跟走到最后走在一起这样。那最后无知这张牌是有点像是一种警告了，他在警告说，爱情这东西在他告白之后，其实你们都不会知道答案的。即便现在的答案也只是一种好，那我们试看看的答案，这样他并不会因为你说好，然后就进入了永无被怀疑的爱情的状况。所以无知在这边告诉你们说，你们不可能现在就知道最终的答案的。你们都有彼此不了解的地方，也有没有整理完的过去的情绪跟过去的挫折所带来的压力。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这份告白之前练习了多少次了，所以要知道的是，这份告白其实带了某种很高的成分的一种真心跟勇气，还有真诚啊，应该是非常真诚的啦哈。所以这张牌是要告诉你说，告白之后，其实两个人都应该要给彼此某一种，在这份爱情创造之后的一个成长空间。好，就像我时常说的，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因为他有些人他的好啊，他内心的好没有办法展现的这么快了，他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告白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已经是他现在能走到最好的一个局面了。好，所以认真的、真诚的看待这个人，给他一个真诚的回应，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很重要的一课。好，所以你们的关系从这3张牌看得出来，这场告白其实在你们心底被唤醒了某些东西，要在告白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感受到。好，我们终究来到了第10题哈，前面9题讲了非常多的感情的起伏状况，其实这一组第2组其实非常复杂的，你自己听前面的9个其实有点起起伏伏的，很多都是内心的一些挣扎跟前进什么的，其实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听到一个契机，就是他几乎是一定会告白的，所以我们后面还有蛮多的检讨，是告白之后你们的心境怎么调整，你的心境要怎么面对这一件事情，还让你去提示说你要去学习用真实的方式去回答这一件事情，不要为了一个完满的结果或是情境，或是看在他的面子之类的这种很浅层的东西去做一个随意的回答，前面都有说了哈。好，那我们回到第10题我们还是要讲，那他这个时间在我们前面看了这么多的讯息的时候，塔罗所落在的1年4季的时间点来说，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告白？因为他这里我要抓的是他的能量最丰沛的时候，怎么推动他去告白的。所以呢，我抓到的最好的时间啦就是夏天的夏末秋分，这个时候能量是最强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能量的沉淀已经到了一个满足的点，而且他对你的了解到了一个饱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做表达的时候应该是能够表达的最好然后也许他不会用一种非常明确的表达，
可是他会用一种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的讯息讲出来，这是最浅层的。当然，他也会有可能直接跑到你面前直接讲，因为前面有讲也有这个可能。然后你们的关系会进入比较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可能是在秋天的正中央，就是天秤座生日的前前后后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会进入一个蛮好的状态里，会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里。好，那最靠近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这一段了哈，当然还是有其他的啦，但是我觉得我从能量的推测上，应该就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了。那么如果如果以个人来说，你对他的影响来说，我不知道你的生日啦，因为每个人生日不一样，可是从他对于你的能量的连接来说，你的生日的前后的时候，你的个人能量的散发会非常强。这个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他某些波动，所以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原本他预期的，我们刚前面的金币骑士或什么的那个能量比较稳定的能量，说会产生一个突破点，所以那个时候会不小心露出马脚，会告诉你说他喜欢他。也许你在生日前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但是这个能量比较小啦，这个也不在我们翻牌的时候我在捕捉的东西，我只能告诉你说，这边看得出来他给你的能量，你的对他的波动很大了。你对他的波动很大，那这个波动不会因为说你可能在 po 文或什么说你喜欢了谁的那个吃醋啊，那个不是这种啦，而是你的真正的内在的能量，在你的能量最亮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也被影响了那个正能量，所以他会有一种靠近，想要顺着你的正能量，所以告诉你说，其实他也喜欢你，他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种礼物了，让你知道说你值得知道这个讯息了。好，所以再这样看下去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刚刚我讲那个时间还不错，但是其他的时间来说，都有一种他其实都有准备好，所以你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转机的时候，其实他都随时都可以告诉你。好，那么如果这些时间再过的话，可能如果以某些月亮的周期或是一些状况的话，可能会在下一次双鱼座生日的前前后后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真挚的、真实的内在的告白，也有可能会说出来。但是他那个可能不一定是爱情的告白，他可能是也许告白之后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好，会有一种更深层的表达。但是如果这个之前没有告白，他也许会在那一次那一个范围里，下一次双鱼座生日的前前后后的时候，会有再去影响他，他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才会讲出他真正喜欢你的状况。但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非常近了哈。其实你们有一些内在的心境做交换。其实如果你够敏感的话，我觉得大概也知道我们这整题讲的大概是谁。但是记得前面都在提示一件事情：如果他没有说出来，我们不要戳破他，也不要说破他。他没有说出来，是因为他内在的稳定还不够。他对告白这件事是非常有重要的责任感。他知道这份告白会改变你们两个的关系，还有两个人是否能够携手往未来的方向走去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哈。好，就这样哈。好，那2号牌就这些哈。2号牌蛮复杂的，那你听到什么就听到什么，不一定要去拘泥每一个字眼。你听到什么最亮的那个字眼在你脑海里盘旋，那就是你这一题要听到的哈。好，那谢谢你来听哈，很长哈，真的很长哈。总之还是这样，你听到最后的话，真的真心感谢你哈，那祝福你哦。好，那我们来到第三章选项哈。那我们直接开始哦，因为内容很多，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哈。他是谁？他在我生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抽到了隐士牌，好了，旁边的协力牌3张，战车、金币10、圣杯9。其实啊，这整个牌组要告诉你说，其实，在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有时候我们对某个人特别在意，却说不出那是怎么回事哈。他并不是最活泼的那一个，也不是最常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那一个。但是只要他在的时候，你总会多看他几眼，心里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平静跟不确定感。那就是他所散发出来的隐士的能量。主牌抽到隐士啊，隐者、隐士，在塔罗牌里面是一个9的数字代表。这里面所象征的是一段内在的旅程，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开始出现深层的思考。所以这张牌对应的土元素内容的稳定啊、沉着，也代表了踏实，要寻找真相。所以它像什么？它像一个静静走在你的世界的边缘，在观察你、关心你的人。所以它并不一定会时常表现出对你的直接的关心问候，但是每一次在你比较心情低落，或是有一些心理上的迷路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就在那里没有离开过，甚至会跟你聊聊天，让你找到一些破口哈。那这个角色因为隐士牌的关系，我们可以形容他内在是不是很喧哗的人啦，但是他的所有的表达都是非常接近真实的。于是呢，隐士牌也是一种光跟道路的指引者。他当然不会是替你走路的人啦，可是会在你不确定的时候，为你提点一些新的方向然后为你留下一些重要的金句啊、话语，让你思考更深的自己。所以我们问，
这个人到底是谁？是我们生活里的到底是谁？我觉得答案牌子上在告诉你说，他是一个让你慢慢的变得更成熟的人，是那个可以跟你谈一些重要的事情的人，甚至一些交流的人，然后会慢慢的让你看见我们对于人的爱，对于他人的爱，对你想表达的爱，不是只是喜欢，而是有一种深度心灵交流的重要角色，跟人际关系的一种深入心灵的一种互动啦。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协力是资源协力牌里面有战车战车是一个7号的牌位它也有一些其他的代表了行动力啊、目标、勇气所以它看起来是安静的，但是它内在有一股很强烈的力量这样往前冲。他可能对自己设定过的很多的计划，对自己很多的梦想计划了，也可能在他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挑战所招来的一些转折，所以他有些时候进入一些低谷一些高低起伏的一些生活的面对。可是，在你出现之后呢，他发现他需要调整自己的步调，然后有一些人生的目标方向也应该要改变。主要不是因为你啦，应该不能这么说，不是因为你，应该是说主要不是为了你，但是他的这些改变跟改变不一样，是因为你，这个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战车牌和隐士牌啊，他们两个的结合就会呈现一种他们不想再等待了，而是慢慢的从自我挖掘的方向，慢慢的改成是慢慢的靠近你。所以他对你的感觉不是不动，而是用更小心的速度在接近你。他很想靠近你，很想接近你，但不想让你吓到，也不想输掉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要求跟价值。所以他的角色比较像是在人群的后面，默默的为你记得所有的细节，然后他会记得你说过的梦想，时刻的会提醒你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东西，他其实偶然会记得，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旁边暗示你说，你不是不喜欢吗？你可能忘记了，或是在你低潮的时候会用一些了解你的方式，让你讲一些笑话，让你有点开心这样然后很多事情他都帮你记得，只是他都没有说出口，他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把这些讯息告诉你，是一种默默支持跟默默守护你的人啦。所以在金币石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张超级稳定，对未来的想象超级稳定的牌10是代表一种圆满的完成，也是一种累积成果的阶段。所以这张牌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讯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可以一起走很久的感觉，只是它不一定会承认或是表达出来，就算你问他，他也不会马上承认但是他很早就把你放在他未来的一些规划的蓝图里了。所以你可能会想，如果有一天我要谈一段真正认真的感情，那应该就是他了。而你会问他是谁，那这张牌就回答你，他是你人生拼图中一直存在的那一块，但是不急着放上去。但是，一旦放对了位置，就会有非常踏实的感觉。所以，它的出现让你开始重新想象稳定，人跟人的稳定是什么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贵人牌的状态出现了。所以再来圣杯9，圣杯9这里，我有的时候会叫它是一种类似许愿的一张牌这里的9象征的情感上的满足跟自我的肯定。因为他这张牌的能量其实都已经到了非常饱满了，然后有比较像是说，在别人的眼里，你是一个好像可以心想事成的人啦，所以有的时候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许愿牌的一个概念你身上有很多令人羡慕的东西，这样只是你可能还不太确定要往哪个方向。就是9这个牌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自我满足的，金币9啊、圣杯9都是一个很棒的牌，所以他在你身边也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舒适的安全感，所以他在你旁边，他在你旁边可以有一些情绪价值，他会给你啦，他会让你有一种情感上的满足，然后一直不断的增加自我的肯定啦。所以他其实不一定很多话，他并不是一个一直随时在跟你聊天的人，但是他可能真的都会在你非常累、能量比较低的时候，让你觉得说你不是。可能也不是唯一受伤的人或是说你不孤单这类的你会觉得总有人在支持。其实他就是会在很重要的时刻的时候就这样子跑出来的这一个人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对他的感觉，会觉得这个人跟你的感情好像没有一直在萌芽跟往爱情的方向走，可是这个人却一直在你附近存在了很久，那个熟悉感很重所以这3张牌。这3张牌加主牌隐士，它其实会让你慢慢的发现它的样子有很多的层次。表面上像隐士一样安静不打扰，但是它内心有战车、金币10啊、圣杯9这样子，有一种
活力有一种活力，然后对未来也有一种很完善的规划，然后圣杯九又带来他其实是一个内在非常丰沛的人，他是一个静静的靠近你人生的一个重要角色，而且他已经在附近在稳稳的待着了。也许你们不会每天联络，不会每天传讯息，或是传一些好笑的影片，但是他每次都在你生命进入到比较阴影的部分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帮你照亮指引路。所以他是谁？我觉得他就是那一个什么都不说，也懂得你非常安静沉默的时刻，你需要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打扰你。但是在你累的时候，内心又喊出一些声音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会想要陪你走过一些低谷，或是听你一些。他会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方式，也不是暗示的，就在你旁边。你可能不会留下特别的印象，可是，在非常长久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是整个人生旅途上这么长时间，很多人来来去去都走了，可他还一直都留在这里的人。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就是你在他心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其实心里对于这段感情有什么样的看法，跟什么样的角度在观看啦。那我们抽到了星星牌，然后用2张天使卡神谕卡、天使神谕卡来看。那神谕卡里面代表了和平与责任，另外一张是勇敢与惩罚。所以综合起来，他看你是用一种带有非常多未来希望的眼睛在看着你你像他生命里面出现的一道光，不吵闹，不急躁，却能安静的照亮他的世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温暖的光芒了。所以当这题抽到主牌是星星的时候，答案就藏在那一个微微的闪烁的温柔里面。星星牌在塔罗牌里面是17号牌，17拆成1+7可以到88，有无限能量循环的一个转换能量了。这张牌虽然属于一些象征未来、灵感、距离、疗愈的一张牌，但代表他心里的你像星星一样，可能没有一直在旁边，但永远可以挂在他内在的星空里面，一直指引他走向很艰难的路。我想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对他来讲的重要性有到这里所以你的存在对他来说不是一闪而逝的感觉，而是一种能让他冷静下来，让他的世界还有一些美好的可能的证明。尤其在他的情感在他的情绪比较不稳和迷惘的时候，他会想起跟你在一起的方式很特别，不是激烈的，而是像一首慢歌，会慢慢的在他耳边慢慢的流动，有旋律，很温馨，很温暖，很有方向感。这种感觉对他来讲很难忘，很真实啦，所以他会一直留在你旁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你在他心里可以像是一种。该怎么形容呢？就是一种可以安心着去相信的未来，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可能性。然后还有你们的相处里面有一些很微小的小事情啦，他其实都会记得那其实你们两个的对话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互相鼓励啦。虽然他常常就用一些比较花很多时间或者花很多心力去支持你，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对他的回应也在默默的支持他，只是你不知道所以在他的记忆里面，在他回忆里面的关系里面，你一直都是他心里的一个非常舒适的光点一个亮点。所以星星牌就是这样存在的，它不会直接改变什么，但是只要存在，它就会让一个人孤寂的夜晚不会那么黑，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到了天使卡里面的时候，第一张和平与责任，其实这张牌是要讲说，他在你身上感受到的不只是好感，还有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心理的稳定感。他可能很多事情都很有压力，像是家里的期待啊、自己的未来啊，还有在人际关系中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但当他向你这个方向看过来的时候，他总是会想，如果是你，如果他的对象是你，如果他在一起的人是你，如果他相处的人是你的话，他的生活好像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可以卸下一些重担，有些石头就可以拿下来了。那这个就是那一个和平的力量，你们两个相处的那个能量有一种产生一种非常对称和平的力量。然后在其中，责任这个字也很重要，它并不是对每段喜欢或是那个有感觉的人都没有像对你一样这么认真思考这个细节，而他面对到你的时候，他会时常问自己说：我准备好了吗？我能给你什么？我给你的东西你需要吗？我有资格吗？他会常常这样反问这个，所以责任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变得比较重要也变得比较谨慎了。所以这样的思考其实就是一种为了你们两个未来在一起的一种心灵上的准备跟打基础啦。所以当他把你看得很认真的时候，他才会去衡量自己的位置。这也代表你在他的心里不只是一种看起来很舒适、看起来相处很愉快的这样子的人，而是他慢慢的发现你对他来说是
值得去创造一份关系的人哈。所以在第二章勇敢与惩罚这张牌听起来好像有点重量，有点严肃，但其实他要讲的是，他有的时候在你面前会犹豫。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而是因为他怕做错选择，他怕做出一些举动或什么让你觉得不舒适，所以他常常在这里心里问过自己很多次，说我要不要再靠近？虽然他自己也会怕啦，怕如果靠得再近的话，破坏你们之间的那一种美好的默契。那我觉得在他眼里，他看着你后，就像看一场会影响自己整个生命的生活的一个选择，所以他必须要慎重的去选择。他觉得你值得他勇敢去冒险挑战，跟一些他未知的东西可以去挖掘。可是他内心还是有某一种怕把事情搞砸的一种情绪，然后这个东西一直在他心里一直不断的拉扯。所以我在想，他可能以前也曾经喜欢过人，但是没有像这一次这个喜欢那么深，已经快要接近爱了。然后这个深的感觉也让他感觉到无比的平静跟安静，这让他重新审视所谓的喜欢，在他的心里离爱这一个距离的定义到底有多少，还有这个空间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层次是他没有挖掘的。所以你可能没有发现。你自己已经不小心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也拥有了一个可以改变关系跟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位置所以对方在你附近的时候变得比较不会那么浮躁，也变得比较成熟。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的那一种浮躁的感觉慢慢的不见，因为存在让他开始对人生想得更深，甚至会想，如果有一天他的心里会这么想啦，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真正谈了一段感情的话，他也希望能够跟你一样非常稳定，而且重要的是你们两个能够一起成长。这就是你的存在，就是让他有这个念头的这个人了。所以你在他心里这个星星牌是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可能是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他能想象过最美好的一件事，最美好的一个故事线所以当他心里如果有一个不想失去的感觉的时候，他会想到你，因为你让他感觉到某种很强烈的安心，也让他变得觉得自己需要成为更好的人。那他变得更好的人呢？其实这重点并不是为了要讨你欢心而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说，你值得让他变得更稳定、更真实、更可以信任他。他希望要到这个好的程度，他才要说出口。所以他还没有说出口那一句“我很在意你，我很怕失去你”这个东西，会在慢慢的靠近的时候，会用一些举动啊、行为啊、眼神啊表达，让你发现说，其实他很在乎你，你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他现在心里的灵魂的语言，在偷偷的对你的灵魂说：“我还在努力，你需要再等我一下下。”好，来，我们进入到第三题第三题就是有一点小疑问啦，就是说他为什么还不告白？他心里到底有哪些障碍挡住了，卡在那里那我们抽到了命运之轮，然后恋人逆位圣杯六。我想他心里的你就像命运故意安排的某种巧合啦。他不是突然喜欢你的，而是慢慢发现你在他生命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但你可能好奇，既然他对你有感觉，为什么就是迟迟没有行动？那一个卡住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抽到主牌是命运之轮，这是一张跟时间点有关的牌它是大牌中的10号。象征的转折与机会，也象征人生之中有某些重要的关键时刻将要发生。他对你是有感觉的，因为这张牌说明他认真的把你当作生命里某种可能发生改变的存在。但同时，它也意味着他还在等待那个对的时机。他想要的不是随便开口啦，而是一种有意义、有准备的开始命运之轮所对应的直觉跟动力，这里说明他内心其实有一股很强的冲动，他是很想靠近你的。在他的想象里，你们可能未来能够每天牵手聊天、散步，一起走在去逛街、去买东西的一个路上，甚至会幻想你们的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扎实的住所，一起去采购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可是他也知道，一旦他现在轻易的、轻率的说出口，一切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即便也是认真严肃的说出口，你们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变。这让他觉得他不敢不慎重的去看待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恋人牌的逆位这是这题最关键的一张牌了。恋人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选择的牌它6号表示感情的连接跟灵魂的共鸣所以当他逆位的时候，代表不是没有爱，而是他不确定现在是不是爱情表达的最佳时机。然后其中他也在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承担这段关系其实我觉得他是
还不确定自己接不接得住，他还不知道你们的关系里面变换成爱情的时候那个重量是多少，所以他内心可能很挣扎，就是我现在的状况真的能给他幸福吗？也许，我觉得他心里可能以前的生命啊、生活里面应该经历过蛮多的混乱了，比如说家庭的压力啊、学校的迷惘啊，或是未来工作出社会的一些社会的不安，或者他现在在工作当下的时候一些挑战啦。所以恋人逆位让他犹豫，也让他退一步，因为你对他来讲太重要，反而让他变得不敢轻易的冒险。主要是因为他其他的生活里面，他有很多不可控的状况，他会觉得自己都控制不完了，到底要怎样才能？到底爱情进来的话，他会不会也跟其他事情一样没有办法完整的接住所以这并不是他内心一个悲观的讯息，而是这张牌的出现也意味着他正在思考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否能够逐渐成熟他在思考，如果你们两个感情创造出来的时候，他能不能走到更成熟的位置？因为他内在是想着我绝对不会放弃，所以他的这个起步，他就要非常的慎重。所以他现在似乎有一点退后，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更靠近真正有实力的自己啦。他希望自己在更好之后再往前一步，所以他希望等到哪天能够很稳定的告诉你说，我想好好的对你负责。那圣杯六这边就充满了一个非常温柔怀旧的气息有一些情感啊、记忆啊，跟小时候的一些舒适美满的一个状况在脑海里游荡所以这张牌说明说，他其实一直在回忆你们相处的每一个小小的瞬间、小小的细节一些不错的、很美好的小动作。他不敢告白，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要失去现在这种非常像朋友，而且又有一点不只是朋友的这种默契了。那我现在提示一下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后面所以前面这一些题目都是一些在讲他心境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在告白前面的一些心境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回到圣杯六。圣杯六其实也代表了一些他感情上不一定是爱情可能家人感情友情什么，在感情上他内在还有一些伤口跟阴暗面还没有走出来。那如果回到爱情的话，他可能曾经也喜欢过某个人，可是没有得到好果，这些都会成为人之间内在的一些阴影啦。所以在他现在这个选择里面，他明白了要非常慎重，所以他会再更加重这个慎重的重量。他在心里会非常多的时常告诉自己说，他绝对不能搞砸，他绝对不能搞砸所以呢，你问他为什么不告白，其实答案很重要。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太重要了。他怕说错话，他怕说了话反而让你后退，他怕把你推远远的，他宁愿默默的先守在你身边先在你旁边做那个静静的听你说话、静静的跟你交流的人，先不要打乱现在的节奏了。但是这样的心情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很真实的慢热式的爱情的表达，慢热式的慢熟式的爱情的表达。我们要发现的是，他其实不是没有准备，而是在默默慢慢的准备。他心里其实早就已经选择你了，只是他的行动还在酝酿。他不是退缩，而是在找一个他觉得配得上你的方式靠近你了。所以或许哪一天我觉得他不会用一种很华丽的内容文字去告白，而是用一种眼神一句话然后会让你知道说，这是他心里灵魂跟你的灵魂已经约定很久的事情，他一定要用身体去实践显化出下一步。所以他会让你知道，他其实一直都在你旁边，只是对于爱情这件事情，他慢了一点点。呼应上一题，就是你要再等他一下下好，我们来到第四题第四题，我们要再往他的内心里面再去抓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他暗恋我多久啦，他内在的那个心意到底藏得多深这些的，我们来去看看牌面能不能翻出他的内心的更多的黑暗面所以主牌我们说到皇后牌，然后后面圣杯一、圣杯10，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一个很不错的水能量的一个结合那这边牌面想要告诉你的是，爱情有时候不是轰轰烈烈的开始而是从一点点的感觉，慢慢的从心里长出了根所以当你问他喜欢我多久的时候，这主牌给了个答案，就像是一封从心里寄出很久却一直没有真正投递出去的情书啦那主牌皇后牌在塔罗牌象征某种滋养、关怀跟内在感受，还有一些那个遥望的收获跟深层的礼物啦。那皇后牌的能量很温柔，也非常具体的表达，代表实际的照顾与不说出口的那一种深情这张牌出现在这一题，代表他对你的感觉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慢慢观察你之后发展出来、发芽出来的这种真诚与欣赏。所以他暗恋你，不是在
某个突然的瞬间，而是透过时间，透过你在生活里面的小动作、小习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它对你的感觉就像种下了一个种子，看着它发芽，长出小小的果实。它每次越靠近你，就越发现你有好多它可以欣赏的地方。譬如说你对朋友的温柔啊，你对朋友的支持啊，你对未来的思考啊，还有你偶尔一闪而过的一些不自信啊、小小的低谷啊，都让他更加的在意你，也让他更想靠近你。那皇后牌这张牌透露了他其中的一个温暖的讯息，就是他对你的情感不是只是喜欢，而是想要照顾你，想要让你开心的那一种真挚的、真诚的、真正的成熟的心意。他不是只想要靠近你，而是希望你快乐。即便那一份快乐的来源不是因为他都觉得 OK。所以圣杯一这里所代表的是感情的所有的起点啦。它代表了一份刚发芽的情感，是一种我开始对你有了不一样的感觉的稍稍的轻巧的初期的告白。所以这张牌出现在这里，表示他对你的感觉可能很早就有了，只是他一开始自己也不确定那是什么。他可能觉得你很亲切，很好聊，或是跟你在一起特别舒服，但他还没有意识到，其实那个就是喜欢。这在诠释一些他的初期状态。等他意识到他对你的感觉跟感受已经是进入喜欢那个状态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被你的存在占了一个很深的位置。他开始会注意你的心情，留意你今天是不是特别安静也许会发现，会看看说，你今天的衣着各方面有没有做了一些风格的改变所以他第一眼观察你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所以他内在会偷偷的担心说，他发现的这些细节是不是也就佐证了他很早很早就把你放在心上了，这样。其实他也是一直在这种确定自己的感受的路径上面，慢慢的发现他已经非常喜欢你了。所以到圣杯10的时候，这是一个充满未来画面的牌，所以它代表了情感的圆满跟完整啦。所以他并不只是暗恋你他还曾经真正的想象过，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过你们一起吃饭啊，一起下班之后见面，一起去哪里啊，或是放学一起回家之类的，或是在假日的时候一起去看你们喜欢的电影啊，然后你们的朋友会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共同的朋友圈啊，甚至再久一点，他有想过说你们是不是能够撑过一些难关，一起长大或者一起旅行，一起去见见这个世界。所以这张牌代表他心里的你不只是现在的你，而是他愿意把未来都规划进去，把你放进去。他也许不会那么明说，但是他的内心里面早就已经偷偷跟你过了很多日子了。所以他暗恋你多久？我想答案应该是他从开始认识你之后，然后进入了开始会在意你生活里面的小细节开始，他就已经开始暗恋你了。因为那个是他感情发芽的一个初始点啦。那有可能是你在帮别人听别人讲心事，或者帮别人解围啊，或是什么的，你展现的那一种善良或是你一个人自己去吃午餐、也去买东西的时候，他感觉你有一种孤单然后他这种孤单他也会迷恋上也可能你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是目标在努力的时候他也被你这种认真的感觉默默的吸引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在问说他把这个心意藏得有多深，其实我觉得他把你藏在很多他对于未来的想象里面，只是他没有说，不是因为他不够喜欢，而是太在乎了。他怕说出来之后，反而会让这段关系失去了原本的什么那个纯粹的感觉，最初的那个感觉。也许有的时候你会怀疑这一个喜欢你的人或是你听到这里会发现说，这个人暗恋很久，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不表达？其实他只是比你现在身边所有认识的人都更小心的感受你、保护你，还有维持这份关系。虽然这感觉是还没有进入到爱情，可是也许跟其他人的关心你的厚实程度、浓厚程度来说，他可能是最强大的所以这里要你知道是说，你对他来说不是只是一个想要暧昧的关系的可能的发展了，而是他在心里早就有一种灵魂可能有很长期的对话，已经有一种不错的回音跟默契了。只是那个回音太温柔它太温柔、太舒适他其实也在等待一个最适合的时间，让你听到，让你知道了。所以我们来到了第5题所以他现在有在正在默默的准备要告白了嘛？他有在计划靠近你到了那个告白的时刻嘛？那我们这边抽到了节制牌，然后隐士金币9。有的时候，
我们在等一个人开口，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或者我们没有感受到他已经在附近环绕跟盘旋了，而是我们在问自己他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一切说得更明白一点？如果你正怀着这种期待与不安，那这组牌会告诉你一个非常温柔跟坚定的答案，就是他正在准备，也在慢慢的靠近你，这是肯定的。那节制牌这边关于一种平衡、融合跟等待的状态，在塔罗里面，它数字里面是14啦，这数字上的意义是需要耐心跟融合，像是他正在把心里的他在把心里的一些，等一下是什么发生他在把心里的一些情感正在慢慢的清理跟整理了，寻找一种刚刚好的方式，在慢慢的靠近你。所以节制牌这里代表他在感情上可能。在感情上可能有点冲动所以他需要更多更理智的考量。他可能不想只是突然的表白了，因为他知道你值得一切，你值得获得一个稳定、体贴、有承诺的一个表白跟靠近，然后一种很靠近的一种能量的冲击，也可以这样说。所以对他来说，感情表白并不是一个表演，而是一件真正需要真心在心里练习非常多次的行动。所以他真的没有很随便。他从前面我们一开始讲，他其实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谨慎的。所以他现在的行动呢，或许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的明确，但这并不代表他什么都没有做。节制牌的能量是一种很温柔的、稳定的调和啦。所以像他在就像泡一个温度刚刚好的茶或咖啡，不能急了会烫到，然后会失去那个香气。他现在正在维持这个气氛。所以我们在看到分支牌里面协力牌里面有隐士牌嘛，这张牌9象征着内在的旅行跟智慧的累积所以隐士牌是一个不会在众人面前展现出非常高调行动的人呢，他比较倾向于自己的思考啊，然后自己要先完整的消化然后等到自己真正的准备好才会出现了。所以这张牌说明他其实已经想很多，然后他可能在计划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才不会让你感觉到困扰，甚至他可能早就想象过无数次表白之后的那个模样啦，想说你会笑啊，你会害羞啊，还是会跑走啊？这些剧本他可能在心里已经排练了非常多次了，只差在那一刻他认为什么样的时间点跟话语才是最不会让你受伤的那一个片刻啦，他现在正在思考这一个，所以他也许没有说出口，但他心里已经默默的为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的。他会特别去留意你喜欢的东西，或是你讨厌的东西，知道你什么时候特别需要安静，然后什么时候你只是表面着大家的笑然后他默默的会记下这一切，为了伪装成我讲错了，应该说他默默的记下这一些问题，其实不是为了伪装成你喜欢的样子。我差点讲出来，他伪装成你喜欢的样子，不是，他是刚好就不是为了伪装成你喜欢的样子，而是想要让你。让自己觉得他是能够真正的用真实坦诚的自己进入到你的生活，成为让你可以放心依靠的人啦。所以金币9这边我们看到了塔罗牌里面的一个自我价值的牌它象征之后自己独立之后如何分享给大家的一种稳定能量啦。所以9这边也代表了这是他的准备阶段的最后一里路，因为我们就要进入10了。那他其实是在准备让你看到一个更稳定的自己，他可能在努力调整自己，比如说情绪的控管生活的节奏还有一些他已经因为你的出现而做出的一些小改变，只为了在那一天更有实力、更有底气的走向你。然后他不想用一种非常直接、简单的一句告白就表达了他内在的所有心意，而是他想要用一种完整的行动去证明他是一个真正想要陪你走长久的那一个人啦。所以金币9代表一种我希望我能成为值得你喜欢的人的这样子一个句子的能量。他不是自卑，而是他心里觉得你很好，所以我要更好才能够走进你。你对我来讲非常有价值，所以我自己要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让你拥有，让你接住，让你拥抱，而不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只为了一个爱情的爱恋就冲向你。他不希望是这样，所以我们问他正准备告白吗？当然，答案就是是的。他正在静静的为你准备一些我们都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会问他计划在靠近我吗？答案也是是的。他靠近我们的方式是温柔的、稳定的，没有很躁动的。所以这段等待，也许其实如果你发现的是他之后，你发现其实已经有点久了。然后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他背后藏着的不是一个想要草率对待你的心，而是希望真的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已经慎重的、稳定的，可以自然的跟你说，我一直在这里，我知道你会懂我，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希望要表达的是这个东西。来，我们来看到第6题哈，我们来去看牌子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告白的一个场合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抽到了愚人牌啊，然后金币8，金币国王。所以这边要说，你有没有想象过，他开口的那一刻，其实有可能是突然的、冲动的，还是安静的地上一句话？其实，在我们这里后，我们当然会一直去期待那一个瞬间啦。所以这3张牌告诉我们说，他终究会走到你面前哈，但他至少最原则的、最基础的，他会表现最真实，而且是最勇敢的样子。所以主牌愚人牌这里哈，其实它是一张没有数字的牌，它是0啊，代表所有的可能性的出发点。所以当愚人牌出现在这题的时候，它代表的讯息是，这不是他已经准备好的剧本，而是它是一个从心底出发、真诚的冒险愚人牌对应的这一个能量象征自由、灵魂的本能跟直觉，所以他的表白不会是精心设计的桥段，也不会是什么很浪漫的大场面，它更像是他在某天终于忍不住心里的那一句话一定要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出来了。可是他其实这份感觉像冲动的东西，像冲动的情境，其实他各种情况在我们前面他其实是已经谨慎的不能说规划、观察、理解了非常久，所以他内心会有一种非常饱满的直觉告诉他说，就是现在，你该说出来了。好，所以那一刻很奇妙的告白绝对不会完全安静冷静啊，他仍然还是会有一点慌张、一点小紧张，然后甚至有一些害羞跟害怕被拒绝的一些表情。但是愚人牌这张牌代表说，他其实内在早就有一些超越恐惧的一些纯粹的思维啦。他不是为了要赢得你，而是想要让自己不后悔，也希望能够让你感受到他的真诚，跟他有非常 pure 的心意，再做出一个表白。然后其实他也要告诉你说，他不是因为已经准备好了要去掌握这一段关系，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如果再不说他可能接下来时间的长河里，他就要错过一个很重要的人了。那他的前面的那些谨慎跟观察，其实已经就告诉他了，就是这个时间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他就会明白的说出来了。所以金币8，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牌。然后8的稳定的能量也代表他努力学习之后，在很多的错误跟观察里面，他知道什么时间点是绝对最好的。所以，虽然愚人牌有一些冒险跟冲动的牌，可是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说，他其实就算那个时刻出来的时候，他也会让他的表白不是那么随便的就去行动，而是长久以来的观察跟累积出一个最准确的表白啦。他不会突然想表白，而是在很多的跟你学习靠近你这个旅程中，他已经悄悄的理解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他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你的脾气，然后也慢慢的发现这其中需要某些相互应的耐心那他在跟你的相处里面，其实有在为这个表白有打磨自己，有练习过，所以当他心里有一个看似愚人牌的冲动跟突如其来的要表白的那一刻，虽然好像没有办法准备得很好，可是在其他的位置，其实他已经跟其他人比较下，已经准备的非常完善了，甚至有一点点准备过度了，所以他随时告白都是可以的。那当他开口跟你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内在那个真诚跟有努力过的痕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说出什么完美的台词，但是你会发现他讲出来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花了蛮多时间慢慢熬煮出来的。你会发现那个真诚跟成熟度非常高。那么到了金币国王这里的时候，这张牌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它代表说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了要给出承诺的那一个状态。所以这一份成熟的力量表示他的表白可能不会那么浪漫，可是会感觉到非常稳健稳重，很有安全感。你会发现他眼睛有一种炙热的眼神，底下还有一种值得信任的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把事情说的比较简单，他的表达会说的比较简单，可能会像是说我已经想过我们的未来跟未来可以行走的方向，他有想象过，然后
他希望认真的告诉你说我喜欢你，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或是他也在用那个句子告诉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想要试着跟你慢慢的接近，跟一起去享受生活中的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子，他其实也会在表达这个东西，他也在让你告诉你说他其实你可以依赖他，或是我们可以互相照顾，他会做得很好，他已经准备很久了。所以金币国王在这边给的一个重要讯息是，他不是那种今天热情明天冷淡的忽冷忽热的那一种人，而是他一旦说出口，他就会心里想办法把这一件事情做到非常完善。他绝对不是在爱情情场里面那个胡言乱语或什么说话会天花乱坠的这样子的人，他会让你明确的知道，他是你生命中里面很值得信赖的那一个存在。所以他表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应该会有点像愚人牌一样傻乎乎的，但是却感觉很真诚。然后也会像金币八一样，让你看到他其实对于这一件表白，他已经努力了很久，准备很久。然后又在金币国王里面看到，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对于这份表白有下了非常重的责任心，有一种未来感。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愿意承担爱情的人就站在你面前。然后他的表白应该不会是爆发型轰轰烈烈的，可是会感觉到其中的非常安定跟坚定。那个份安定跟坚定会转换成一种希望你可以愿意跟他试看看。他可能句子会说我喜欢你，你可以试着也喜欢我吗？他会这样子，然后你会在这一种看起来很像小孩子一样轻巧的造句，也是不是非常高级很生活化的，里面发现说这个人的某种可信赖度就在这简单的几句话几个字里面就表达出来。好，我们来到第七题。第七题我们就看一下一些灵魂上面的重要性跟生命里重要的讯息。所以我的提问是，这次相遇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对你们来说有多重要，它会改变什么？那我从炼金卡里面抽到了过渡与完整，还有内化的启程哲学，这两张牌其实都蛮难的它是一个对应牌，等一下我们慢慢解释。然后旅行者牌我抽到了年轻的舞者跟宴会。那纵观来看的话，就是在说有些人的相遇初期出现的时候，其实显得非常安心，却默默的改变我们整个人生对爱情的观念跟价值观的一个走向。所以这组牌就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命运的安排的交汇了。他在提醒你，你们这次的相遇基本上完全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安排好要改变你们生命节奏的一个新的路口，然后你们会选择这个路口转向。炼金牌里面的过渡与完成，代表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说你们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刻，却有一个必要的遇见了。然后这个必要的遇见会让你们两个创造一个新的路径，可能会在原本的生命的故事线上面。特意的、特别的去安排了一个你们要一起行走的路径，所以这个路径会让你们开始真正的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模样。它会带给你一种我好像要准备好了要进入改变期的一个能量跟暗示。也许你还不是很确定，但是在它出现之后，你会开始思考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再来第二张炼金卡讲的内化与启程的哲学，这个是非常难的一张牌。其实这张牌是非常内在的成长牌，它代表你们的相遇不是只是激起表面的情感，而是让你开始有长大的感觉。它让你开始学会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关系？我有没有足够的认识自己？我能不能为了爱也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对方？你会发现，你不只是它并不只是你会心动的一个对象，它其实也是一个你自我觉醒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刚刚前面就说，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贵人牌，贵人角色出现。所以我们再看旅者卡里面的年轻舞者，其实它象征的是内在的一种活力啦。它代表你们相遇其实是一种让两个人彼此心灵都有一种解放跟自由的一种重要的出现。所以他可能不是你想象中心里所期待的那样子的人，但是你就是被他吸引，因为灵魂上面他带来的自由跟自在感会强烈的让你感受到那份吸引。我想你对他也是了。所以这一排让我们发现说，相遇一个相遇是在教导我们说，尽量的去感受这份相遇的美好，而不要去设限整个爱情的规则，不要去拿你对于原本爱情的期待去当成一个规则，这样会产生某种自由度的限制，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打开心房去感受一下那个爱情里面的自在。那么最后宴会牌给出了一个温暖的信息，代表说
你们的这个相遇其实会为你们的人生带来蛮高的一个喜悦与分享。它也许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个我们提过很多次，可是它是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关系的创造，也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产生一个重要的回忆的亮点。它是一个无法被取代的心灵的交流的时刻然后你们就像是走进彼此生命中的一个嘉宾、贵宾，然后各自带来了自己成长的礼物，然后彼此做了交换之后，也各自学会了爱情的真正的模样。所以说这次相遇很重要吗？当然重要它正在改变你看待爱情的方式，也让你更了解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在爱情中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恋人。所以即使现在还不确定结果如何但其实这份靠近本身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命运的转捩点了来，我们到第8题第8题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位置了他在想说宇宙是如何看待这段爱情的告白，所以他可能跳脱你们两个我们用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爱情告白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抽了愚人智慧卡愚人智慧卡这边说出你真正的想法的一个大标题讯息，可是他内在的故事的引用是用皇帝的国王的新衣来讲他在讲说有些感情就像国王的新衣里面的场景一样，大家其实都感觉到了什么，但是都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说破。所以这段爱情的告白在宇宙的看来，他的讯息其实很直接的，然后也很温柔的，就在告诉你或他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吧，让这段关系有了改变的起点。你们的之间的感情其实早就已经超过了那种朋友之间的暧昧的那个关系啦，只是谁都没有承认，谁都没有去主动的去表达，尤其他那边然后你这边一定需要他去做表达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的感情其实是可以进入到新的阶段的啦。只是现在的他怕发现他可能会破坏了原本的默契，也可能也没有那么确定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可以从朋友变成是爱情，所以这一份类似暧昧的空气在他的世界里其实已经充满了，但在你的世界你只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说好像有什么一样。所以这边写满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并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啦，而是在提醒你说，爱情真正的魔法不是藏着，而是勇敢说出心里的话。但是我觉得这句更多的是要叫他快一点说因为我相信我们选牌的人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他是谁也许身边有一些朋友各方面可就是没有把那个心里话说出来，所以这一个句子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传达给他让他赶快说出来。那宇宙的态度也很明确了，表示这场表白并不是要去赌一个结果，而是在场表白的开始就会让你们两个回到自己的真心就是像光的心一样那个如果没有人像那个孩子一样这么 pure 的心灵说出一句他什么都没有穿的话之前，其实非常多人都还没有勇气去真正的去面对现实。什么是你们这个爱情的现实？就是我们的感情跟连接其实已经很绵密了，只是我们都没有勇气，或是没有那个动力，或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往下一个局面去，因为现在的现状就已经很好了，那为何要去破坏？为什么要造成浮动所以爱情也是这样啦，当你不再一直只告诉自己说没有啦，现在关系就很好了，我们只是朋友啦，没事啦，不需要再往那么强烈的关系去。当你停止了这个想法之后，两个人都往可尝试的、可挑战的、可冒险的下一步走去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才有机会得到真正的升级以及变化，还有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对方在某方面可能也一直在暗示你，或是用一句话一个眼神告诉你说他对你的在意已经非常多了，只是这些东西最后都需要他鼓起勇气变成是一种开口说出来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这边或是我们从能量上可以发现说，其实你们附近的一些牌面上都说，其实整个宇宙都已经帮你们清出一条很真实的路径了啦，很真实告白的路径了。只要他走上，他只要用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告白就可以了，不要担心太多。那么这张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端点视角，是在说，即使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即使你们又只是灵魂伴侣或者是更好的朋友，但这场表白依然为你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成长时刻跟全新的自由自在的感觉，因为你们终于面对了彼此真正的那一个模样跟真正那个关系的长相。来，我们来到第9题第9题就是要冒一点风险啦，就是告白之后你们的关系到底会变成朋友、恋人还是陌生关系。那我用波西卡翻出来的是谦虚、阅读探索跟克服困难。所以有些感情的下一页不一定是马上要在一起了，但是他在这份告白里面一定会留下什么，让彼此都无
法回到完全陌生的状态了，所以陌生那个就提出了。所以这次告白之后，宇宙会说，其实你们两个会更加的明确，然后也会更加的成为更理解跟懂得彼此的新角色、新的位置、新的关系，反正就是要进阶了。所以第一张牌谦虚这边发现代表说你们的关系不管会不会改变，但是懂得尊重彼此的一个节奏就出现了，然后发现你们会有更好的沟通桥梁。然后虽然他的告白不会让你马上答应，或是你们不会直接进入在一起，也许啦，那你也可以答应了。但是整个情绪是真实的你会发现说他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理解你、陪伴你，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告白才变得特别啦，他才变得特别，而是他一直以来都一直在你附近，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只是这一次才是真正的让你看到。那第二张牌阅读与探索，这张牌在告诉你说，你们其实后面就会进入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彼此的一个片刻了。然后第三张牌克服挑战，其实它带来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对未来的某种希望。他在告诉你说，你们两个之间的差距，或是害怕，或是还有很多没说清楚的东西，会在这次告白之后，会发现你们更有勇气、更有热情去修补跟靠近。如果不会马上成为恋人，也会让你们这份朋友的关系变得更好。所以它是一个有一点节奏性的。所以我们要问说，这次告白的结果呢？我觉得，至少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紧密。当然，你也可以立刻答应去往那个方向走去，也可以前面的牌也会告诉你说能量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有所犹豫也没有关系，这份朋友关系还是会维持得非常好慢慢的，你们内在会交换更多的心事，你们的感觉跟内在的灵魂也是更加靠近了。好，第10题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一些时间点的问题了他怎么说会在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让你们去遇见这一份告白然后两个关系的转机啊，什么各方面会从哪里来所以我从这些牌面上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份告白只是单纯的开始或结束，而是它会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里面，让你们发现你们这份关系对于你们的未来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从整张牌看到一路走来的话，我觉得这份告白最关键的时期可能是你们的某一种短暂分开前，可能有人要去旅行，可能有人要去读书，可能有人要换工作，可能最近有什么事情要比较长时间被见的时候，这份告白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然后或是另外一个时间点是两个人进入一个新的成长期，生活上受到了更加的肯定，然后有些大改变，两个人都能够预见说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进入一个更稳定的状态的时候，这份告白可能也会在那个时候出来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的日常跟生活已经非常紧密了，无论你们有任何的距离，或是你们的聊天热络度就算不够好，可是你们两个在生活里面的重要性其实已经出现了。只是在他那边的时候，他为了要有所告白得很好，他可能还是要多做一些计划，但是他不会先预告啦所以我觉得他告白的时机可能会蛮突然的。因为他现在的各方面都已经准备的不错了，他只是在等待他心情上、心态上的那个冲动跟悸动突然到了非常高涨的时候，他需要利用那个悸动，然后变成一种冲动，产生一种行动，然后就这样子表白。因为他其他的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跟你的关系跟观察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份告白之后呢，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的心内在其实很难再互相走远了，然后只是要等待宇宙把整个能量都准备好的那一刻他就会顺着那个能量，就跟你好好的表达出来他对你的喜欢，跟他对你的在意。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大堆，譬如一个人的稳定，一个人的真诚，还有对于未来的期待，还有那一个安全感。无论你答不答应，无论你答应与否，记得不要拒绝那么快，可以慢慢的先感受一下这个新关系的展开，好吗？好，那这个选了3号牌的朋友很长那讲到这里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重复的啦。你听下来，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概念是重复的。无论我们怎么提问，它的核心概念其实是没有转弯或转太多的，它其实是在重复中。你只要听到它里面的那个语言里面的真谛就好了，你就对于那一个东西抓着，然后期待它用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真诚的方式去表达就好了，然后你再做出一个好好的回应就可以了那就这样，那谢谢来听后很长，那真心的祝福你哦。